你刚当上豪门富二代，就发现自己变成了女生，原来是穿越到了一本玛丽苏小说中，成了恶毒女反派。而你的对手公孙雅柔，高智商、高颜值、高魅力，活脱脱一个新时代冯傲天。更要命的是，她才是萧家的真千金，而你这个大小姐身份，也只是因为小时候医院停电，抱错孩子偶然冒充的。按照原有剧情，出于嫉妒，你经常欺负她、羞辱她，却次次被她化险为夷。终于，随着剧情推进，在一次偶然的亲子鉴定后，夜间你的元神失去一切，被赶出家门，最终孤独凄惨病死在桥洞中。好，剧情梳理完毕，你暗暗发誓，这一次一定要远离女主，保平安。可刚推开教室门，就看到一个面无表情的女孩子坐在那儿，这是本片女主公孙雅柔。她勾勾手指过来，把我的鞋擦干净。你懵了，这个时候女主应该还不认识你才对啊？为什么？为什么？扔过来一沓文件书，上面几个大字：亲子鉴定。小凡，你也不希望自己是假千金的事情暴露的太早吧？你懵了。照这个情况来看，公孙雅柔明显是已经提前知道了，她才是真正豪门千金这件事儿。可不对呀，按照目前的进度，根本没到这步，而且你的元神也没欺负过她，为什么一上来仇恨值就拉满了呢？这时候系统发来了提示：恭喜宿主猜对，女主公孙雅柔带着恨你的记忆重生了。你无语，这上来不是地狱烂都拉满了吗？只能委屈擦鞋。真千金的腿比着修长温润如玉，就这么一边咬着巧克力，低头注视你。等鞋擦完了，他又说：“帮我捏捏腿，刚上完体育课，很累。”你是脸红的发烫呀，大小姐的腿很软，捏上去跟布丁一样冰凉凉的。不是啊，我到底怎么了？怎么被欺负还没生气呢？连反抗都没有。公孙雅柔勾起你下巴，果然是生气了，呵呵。说着，把刚吃过一半的巧克力递了过来，上面还刚咬过的牙齿印。你迷茫了，这里如果是以原生的视角来看，这是妥妥的侮辱、羞辱啊！但自己一个直男取向，雅柔命令道：“吃掉，一点都不许剩下。”离开前，他冷冷扫了你一眼。放学后，在教学楼后面等我，敢不听话，你知道后果。等离开后，公孙雅柔想起前世遭遇，眼神变得阴冷恐怖。没错，自从他当上真千金后的几年，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些整天跟在他身后大献殷勤的男人们，目的就是为了谋取萧家资产。看似关心自己的闺蜜，是想通过她结识追求她的男人。至于萧家父母嘛，更是可以为了拓宽业务，丝毫不顾及他的喜好，强行安排联姻，甚至在他施出反抗时，还会说他不如去世的萧凡，不如那个假千金听话，还不如死了算了。多次反抗无效后，绝望的他在出嫁前选择了结束生命。这一辈子，他想要的不是财产，而是要惩罚每一个欺负过他的人。这会儿距离放学都已经半小时后了，迟迟等不到你，他皱起眉头。这家伙还真敢放我鸽子！回到教室，看到如下一幕：同学们都走得差不多，你正踩着小板凳，费劲儿的在黑板上写着什么。完事后还一拍双手，美滋滋。这么久了，那个女恶霸肯定走了，躲过一劫。可以转头，妈呀，是女主！她缓缓逼近，小凡，看来你是需要一点教训了。别，黑板报是老师要求做的，我不是故……话还没说完，被一下捏住下巴，轻轻闭嘴。公孙雅柔愣了一下，这家伙气鼓鼓的样子，怎么跟只河豚一样？眼神充满了怨念。松开手，算了，归根结底还是这家伙太弱了。如果是个男人，敢放他公孙雅柔的鸽子，至少得断3根肋骨。喂，会做饭吗？会一点点。他点点头，很好，今晚你就不用回去了啊。我不回家，那去哪儿啊？我家。没办法，只能跟司机找了个借口，说要跟班上的学霸回家补习功课。公孙雅柔的家位于这座城市有名的贫民窟，脏乱差，老鼠、大蟑螂还有醉鬼鱼龙混杂。到了门口的时候啊，他冷哼：“对于你们这些上流人士来说，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应该比你们家的垃圾池还要糟糕吧？你有点不好意思，这些年你被迫替我承受一切，辛苦了，我很抱歉。”这句过分真诚的话让公孙雅柔措手不及。重生而来的他满心都是仇恨，第一个要报复的人自然就是眼前这个抢了自己位置的假千金。预想中，这家伙应该对自己大吼大叫，甚至冷热讽才对，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好好修理他一顿。可是为什么这个小矮子不按套路出牌？晚上公孙雅柔使唤起做菜，结果半小时后，厨房的铁锅都被烧焦了。看着变成焦炭的鱼，他扶个叹气：“你不是说会做饭吗？”平时有看美食节目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实际操作起来会变成这样。算了，起开！真千金拿起铁锅，今晚想吃饱啊，只能自己动手。这个小矮子根本指望不上。很快3菜一汤端上桌，今天胃口不咋好，他吃不下一碗，于是霸道的把剩下的饭都扒拉到你碗里，冷笑一声：“大小姐，吃不下的话求饶就可以了，我也不想出人命，但你是饿坏了呀！”满眼兴奋，一边疯狂炫饭，吃得下，放心。饭后啊，他还扔给你2本习题册，来把这2道题解了。你明白了，这是要和之前的借口对应上，跟着年级第1的学霸公孙雅柔补习功课，要是一点收获没有，肯定丢人。可数学题真的好
好难啊，看起来跟天书一样，越看越困。忽然周子乔的脚被狠狠踩住，是真千金的脚丫子来回碾压。哼，再给你半小时，写不出来后果自负。你是快哭了呀？可恶的女主，我写还不行吗？到了11点多啊，公孙小柔洗好澡，司机也正好来接你。给你发了消息，你正回复，却被一把抢走了手机。在他看来，这家伙肯定是要迫不及待的逃离，自己在这里忍受了快20年，这家伙难道连1天都忍不了吗？不行，他必须对这份苦难感同身受。我说过了，今晚你只能待在这儿，如果不听话。说着，一把捏住你的下巴，身体前倾贴住你的脸，同时举起手机，咔嚓一声。Let you run in circles and more. It's because of the Dolce Gabbana. 这会儿穿着哪款衬衫的公孙雅柔看起来就像是个帅小伙，你也不想这张照片被你父母看到吧？你俏脸一红，从这个角度能看到的是公孙雅柔漂亮的锁骨以及妙不可言的身段，这也太刺激了吧！连忙举手表态，放心吧，公孙同学，我是不会走的。司机在楼下等到天亮，而这一晚上你也不好过，怎么都想不到做不出题目的惩罚，居然是穿上真千金早就给你准备的粉色内衣套装，戴上猫耳朵让他当抱枕睡。天啊，这是什么变态的爱好啊！你感觉好耻辱，但不敢反抗。从过往经验来看，越是表现出讨厌、羞耻的样子，公孙雅柔的手段就会越强烈。清晨，他抚摸着你的脑袋，昨晚表现不错，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说吧，想要什么？你想了想，来了一句，我最近喜欢黄金，越重越好。如今啊，身份败露是迟早的事儿，当然要为了之后的跑路做准备，黄金就很不错。公孙雅柔扯了扯嘴角，欲言又止，沉默好一会儿才点头。你的爱好挺特别，但也不是不能满足。被你伺候的感觉很舒服，甚至一度改善了他严重的暴力倾向和睡眠常态，连自己都有点没意识到，对你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和善了。等你回了家，妈妈大发雷霆，一顿训话后啊，才总算放过了你。不过临走前，他跟你说了个消息，那就是鼎盛财团的3公子夏目18岁成人礼，要你去应酬下，做联姻前的准备。你愣住了，这不就是男主吗？原剧情里关于这段可是血雨腥风，女主公孙雅柔在酒会上打工，被油腻投资商纠缠。夏目出场英雄救美，并对他一见钟情。更要命的是，原生从小就喜欢这个富二代，一直死缠烂打。这是原剧情中导致原生和女主对立的重要剧情。你郁闷了，能不能不去啊？另一头，公孙雅柔也正在进行雪会的准备，旭是肯定要去的。不过这次他亲自揭穿夏目英雄救美的骗局。没错，若非重生，他也从来没想过那个温柔的男主实际上是个丧心病狂的伪君子。这一次要狠狠撕下他的伪装。很快就会开始，你被一帮大小姐围了中间叽叽喳喳个不停，耳朵都快吃茧子了。忽然看到桌上一道菜，眼前一亮，有了这个东西他应该喜欢。另一边，公孙雅柔也安适了在酒会打工，入过洗手间的时候啊，和夏目撞了个正着。少爷眼前一亮，这女人好漂亮啊，几乎每一个特征都长到她审美点上。雅柔连忙道歉，哎呀，对不起啊，这位尊贵的客人。他重复着上一世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动作。唯一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啊，这一次趁着他希望的机会，悄悄在男主身上安装了个微型摄像头。夏目很有风度，小姑娘别太害怕，享受今晚的音乐和美酒吧，有缘再见。他没有要联系方式，对他来说，尽快策划第2次偶遇才是他喜欢的事情。目送夏目远去，公孙雅柔表情收了起来，一切准备就绪。如果运气好，还能看到那个小矮子死皮赖脸的追求他发狂的样子，应该很好玩吧？可突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也许是最近相处太过和谐，有点不想看到自己的小宠物在别人那丢人现眼的样子。这小矮子现在在做什么呢？拿出手机给拨了个电话过去，可还没接通，就看到你提着几个蛋糕盒子鬼鬼祟祟窜了出来。喂，你干嘛呢？你一伸手，给你带了点爱吃的。雅柔皱眉，我不爱吃甜食，不用白费心机了。不是甜食。一打开，里面摆着一块鱼子酱寿司。公孙雅柔心头一跳，她喜欢鱼子酱的味道，哪怕上一世吃过很多了，这一世依旧没改掉这个爱好。她眯起双眼，为什么给我带这些？你挠挠头，嘿嘿，随便挑的啦。这当然不是随便挑的，套女主让她降低对自己的恶意，方便狗命啊。公孙雅柔一把抢过来，冷哼一声，以后别做这些没用的事情，我也不因为这些就对你这个鸠占鹊巢的家伙仁慈。走的时候顺带说了一句，当心夏目，他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哦。谢谢劝告，你也没太在意。返回去的路上啊，忽然发现夏目在跟那个即将调戏雅柔的油腻男正在说什么，凑到墙角就听到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夏目眼神邪恶，好好演一场戏，这包药拿着，我要拿下那个长妹魔脚的妞。好的，放心吧，夏少，你是真的吓到了呀，这也算男主啊，就这个德行啊。赶紧摸出手机给雅柔编短信，当心夏目，他安排人演
字儿还没码完，手机就被抢过去，下一秒就看到男主阴沉的脸。小凡，你在给谁发信息呢？他面色难看，辛苦伪装多年的温柔男形象，居然被这个小矮子撞破了。这家伙一定不想活了吧？我没给谁发消息，跟你没关系。夏目面色阴沉，一挥手让保镖把你架到了一个私密房间。而另一头，通过监控画面看到事情全程的公孙雅柔忍不住扶额，这个笨蛋居然没有落井下石。说实话，他一直在期待你的作死行为，好让他心安理得的实施报复计划。可每次你的行为都出乎意料，摸了摸腰间匕首。好了，时间差不多，该让这场闹剧有个了结了。轻车熟路摸到房间门口，伸手敲门：“喂，先生在吗？客房服务。”“谁啊？”夏目有点不耐烦，可刚打开门，大腿上就传来一阵剧痛。雅柔微微一笑：“夏先生，真是不好意思，我手滑了一下，一条大长腿横扫过去，夏目一声倒地。喂，小矮子，没受伤吧？”两人四目相对，雅柔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你哼了一声，不说话，反正自己的尊严已经丢得差不多了。又过了几分钟，酒会上的大屏幕被黑掉，换成了夏目丑恶的嘴脸。好好演一场戏，这包药拿着，我要拿下那个长辈魔甲的妞。全场震惊，谁也想不到那个温文尔雅的贵公子，本质上会是这样的人渣败类。萧夫人头疼，如今夏家的名声算是彻底毁完了。出于长远考虑，夏目绝对不会再是他第一选择，接下来就该给女儿物色其他的联姻对象了。而另一边啊，临走前，雅柔走到你跟前，伸出手撩起棕色长发，把玩了一番。心中暗笑，小矮子好像吓坏了，真是个没胆子的笨东西。他不喜欢笨的人，但一想到这个笨蛋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他危险所在，那个坚硬如铁的心难免会软一些，冷冷撂下一句话：“记住，我们的关系永远是命令和服从。”说完转身就走。此时剧情进展到，由于你成绩不好而被父母扣了零花钱，只能找学霸公孙雅柔进行补习。可当抱了一大堆模拟卷到图书馆的时候，他只是淡淡给了2个字：拿走。不要那么绝情嘛！雅柔嫌弃，转身就走。开什么玩笑，教这个学渣难度系数太高。可等过了一会儿，他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黄头发的大人男生正在给你讲题。小妹妹，这数学题要先这样，再这样。哦，原来如此。你连连点头。徐峰来是感觉自己快恋爱了呀，这小萝莉也太可爱。小妹妹是隔壁初中的吧？这个知识点对你来说的确超纲了。你尴尬一笑，我是本校3年级的。他深吸口气，心情激动啊！大三的罗伊西姐立刻表示，以后只要你有需要，他随叫随到。可这时，一只手搂住了你的肩膀，是公孙雅柔。他微笑：“徐同学，可以不抢我的学生吗？我们已经谈好了1对1辅导的价钱，这时候要是插手，我可要失去这份工作了。”徐峰来是眼睛都快冒泡了呀！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打工战神大三纯西西姐吗？没想到比照片还好看。连连点头，晕乎乎走了。人走后啊，雅柔的注意力落到你身上，你被盯得浑身发毛。小凡，想让我教你念书，给钱可不够哦。说话间，手放在你腿上。这样吧，我教你1个小时，你就给我跳半小时宅舞；教2小时，你要带着猫耳朵吃上猫尾巴；教3个小时的时候，说到这儿，旁若无人搂住你的腰，脑袋贴过去。这个报酬要你自己想，但必须让我满意，听懂了吗？你沉默了，他喵的，这家伙又要开始女装羞辱我，到底是我多恶趣味啊！接下来的半小时更是要命。教题目的时候，公孙雅柔常常会与你手指接触，甚至是更亲密的脸贴脸。哎呀！全程走神的时候，脑袋被敲了一下，听懂了没呀？你该不会什么都没听懂，纯粹浪费我时间吧？你委屈巴巴，我听了呀。那你再做一遍。好不容易熬到时间结束，中午女仆给你送来了午餐，经典菜色帝王蟹、三文鱼什么的，你是真没什么胃口呀。忽然眼前一亮，这些东西我不爱吃，但封浩天爱吃啊，刷一波好感，我是真的好聪明，好耶！去教室的路上，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杂物间传来。没错，这是刚刚身败名裂的夏目，还有就是刚才那个学弟徐峰来。这两人在搞什么？先开录音再说。夏目咬牙，我不好过，这个贱人也别想舒服，必须把这个叫公孙女儿的女人给我搞到手。徐峰来漫不经心，这样吧，我先去联系一下我的兄弟们，让他们准备准备。谈话结束啊，你也赶紧溜了。这会儿啊，公孙雅柔正在低头学习，感觉有人摔他衣角，低头一看，是那个小矮子。嘿嘿，我给你送点吃的，马上就走。刚转身要跑，就被对方一把提起衣领抓了回来。由于惯性，你几乎都踢他身上了。真千金凑到耳边，用只有你能听到的声音。我不喜欢别人刻意讨好，以后这种无用的事情不用再做，我也不会因为这些而对你仁慈。耳边吹过的余温让你直接迷糊了。天啊，这什么操作？我知道了。雅柔见你捂住了脸，身体还在发抖，愣了一下，这就哭了？至于吗？没哭啊，搂住肩膀靠得更近，真没哭。没有啦，
果断起身，飞扬的跑了。出门吹吹冷风，不行不行，要是让凤傲天知道你有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会被抹脖子的，必须要好好管理表情。想是这么想的，但放学的时候绷不住了。有个同学转交了一个盒子，打开一看，是个亮闪闪的黄金戒指，足有20颗，附赠一张纸条，之前答应你的谢礼，谁要这样的谢礼啊？喂，居然是戒指，他不会对我也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吧？深吸口气，使劲摇头，还是用绳子拴起来挂在脖子上。看到自己的礼物被重视的话，想来哪怕是冷血动物凤傲天也会很高兴的吧？末了还跟自己反复强调，我所有的讨好行为都是为了更好活下去，绝对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目的。但是嘴角为什么一直不能疯狂上扬？喂！放学时司机来接你，回家路过一家大型超市的时候，看到了散落一地的蔬菜和被压到变形的自行车，以及一瘸一拐捡东西的公孙雅柔，心头猛地一跳，这家伙被车撞了，这可是刷好感的好机会，连忙下车。雅柔同学，快上车吧，我让司机送你去医院。一把抢过购物袋，手脚麻利的收拾了散落物品。公孙雅柔却皱起眉头，谁让你做这些没用的事情？经历过上辈子那些事，他再也不会相信身边任何人。面对你的讨好，他只会怀疑你别有所图，或者突然给他一个羞辱。然而你却只是甜甜的笑了一下。我和你走到蓝蓝的天边，我和你去向满满的花园，我和你分享暖暖的光线，再靠近一点。我们可是同学呀，互帮互助应该的呀。这干净的笑容，纵然是疑心重重的重生者，心头坚冰也悄悄融化几分。他很快冷哼一声，互帮互助，幼稚的想法，不能沉迷于这种嗜好，要继续保持警惕。一把抢过购物袋，别管我，不想挨揍赶紧走。你却挡到他面前，伸出一只手递过去，你走吧，给你走。嘿嘿，就是不走，不信你良心大大的坏。啪的一声，毫不客气拍了手心，推着车面无表情一瘸一拐往前走。你郁闷了？不对，书上说过，女人都是傲娇的，特别是玛丽苏的大女主。跟上去，喂，让我帮你提菜吧。崩女管，哎呀，拿来吧你。你看了一眼，都是些打折蔬菜啊，忍不住啧啧几声。雅柔同学，你还在长身体，吃这么差对身体不好哦。女主冷眼，你在嘲笑我吗？我在关心你啊。对方的真诚啊，让他的冷嘲热讽也开不出口了。送到家门口的时候，你想了想，又从兜里拿出不少钱塞过去。先别急着拒绝，我爸爸给我说要跟同学搞好关系，要学会分享。他呵呵一笑，谁告诉你我要拒绝？有钱人的钱给再多我都敢要，你乐得冒泡呀！你喜欢就好，如果能帮到你，我就很开心的。你越没脾气啊，雅柔越别扭，这绝对不是上辈子那个萧凡。以前的萧凡只会在他落难的时候狠狠踩上两脚，现在是怎么了？骄纵的大小姐脾气呢？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等你回到家是真的好累，为什么明明这么努力了，功课还是提升不上去啊？忽然购物系统上线。请问宿主需要做任务吗？完成任务就可以提升学习能力。目前可以申请的有：与女主公孙雅柔独处一夜，与女主共浴1次，得到女主任意一件礼物。陷入沉思，该怎么样才能把女主骗去洗澡呢？不对，我可是正人君子小萝莉，怎么能一上来就想洗澡？还是先要个礼物吧。发过去一条信息，雅柔同学，我们也算是朋友了吧？可以进行一次友好的礼物互换吗？这样会让我们的友谊更加牢固哦。过了好一会儿，对面的回信来了，可以，但我想要的礼物你给不起，我想要的话也完全没有必要跟你要。那你想要什么呀？再过了一会儿，公孙雅柔很迟的回复了几个字：我要你来贫民窟陪我一晚上。发完那条消息，雅柔关掉手机，冷哼一声，那句话明显是呛你的。她当然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况且两人都是女孩子，真待一晚上又能有什么事儿呢？趁势无聊，可以想到小矮子今天跟他一路小跑的样子，内心升起烦躁。他能对上一世讨厌的萧凡下手摧残，可如今这个傻乎乎的小矮子着实下不了手。我还是先放放他，专心对付夏沫和徐风来这些人渣吧。另一头，你看到那条短信，激动的差点滑到桌子底下，但很快想到那可是腹黑的凤傲天啊，深夜带自己出去，搞不好是准备了皮鞭等候，要把自己当陀螺抽着玩儿。不行，这太危险。但转念一想，顶多也就是吃点苦，横竖死不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咬牙回复3个字，来就来。第二天在图书馆，你又抱着课本挪到女主身边，这次卷子好难哦。雅柔同学，你感觉我能考几分啊？他眼神有点不自然，你到底看不看书？赶紧让开，别跟我说话。切，好吧。哎，女人啊，真是善变，昨晚还邀请我一起睡，今天就让我让开。事实上，雅柔由于昨天腿受伤了，没怎么处理，今天人一直很迷糊高烧中。下了课去医务室，医生看着伤口倒出一口凉气。小同学，你不疼吗？这么大口子。雅柔沉默，其实挺疼，但他早就习惯了忍受疼痛，保持沉默。处理完伤口后啊，
他躺在病床上迷迷糊糊睡着，等醒过来的时候，身边那个一脸蠢萌的家伙还能是谁？小范，你在做什么？哎呀，放心，我不是来谋害你的，这里是隔壁病床。喏，有同学来例假了，我送他来的。你叹气，这家伙好歹也是个重生者，怎么会这么惨？你也重视舔狗呢？好闺蜜去哪了？说道。总之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雅柔同学痛得要死却无人问津，所以啊，我已经请了假，会陪着你刮完点滴的。他表情一变，谁要你多？是，我知道我做的多余，那又怎么样？不服气的话来打我呗。旁边同学忍不住劝雅柔同学，那个其实我觉得肖凡同学真的很好心，你别总这样看他。凤傲天别扭的把被子拉到头顶，不说话了。过了1个小时啊，他打开被子想上厕所，看你已经举起点滴瓶，也不好拒绝，跟你一瘸一拐去卫生间了。新的问题出现，现在只有一只手可以用，要怎么脱裙子呢？沉默片刻，无奈道：“喂，你帮我解一下裙子。”这不好吧？亚柔回应：“干嘛呢？小矮子这么紧张，不用这么害怕，我又不会打你。上厕所的短短半分钟是相当煎熬，你好想逃。公孙亚柔方便完了，胳膊自然而然搭在你肩头，体香飘过来，你头都晕了呀。回到医务室后啊，亚柔让你帮忙出去买碗粥，结果在小卖部就听到了女生们的闲言碎语。那个公孙亚柔真是让人讨厌，谁说不是呢？我爸妈每次都拿她成绩来压我，烦死了。切，有什么好得意的？父母都是烂人，自己也肯定是烂人。你愣住了，凤傲天的风评这么差的吗？可这也不是他自己的问题啊。这些女孩子嫉妒她的美貌和成绩，男孩子们偷偷玩关于她的荤段子，可没有人真正在意过她。走到花坛的时候，碰到了徐峰来，他冲上来就要联系方式，你拒绝，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啪的一下壁咚，学姐，你是我的理想型，原谅我说话比较直接。嗷！一脚踩了脚背，狠狠碾了几下，一溜也跑了。等到医务室的时候啊，亚柔打量着你，出什么事儿了？你叉腰，很骄傲的样子。没事，遇到个耍流氓的，已经被我收拾了。你这么说，他也没多问，但猜也都猜得出来，能对你下手的，除了那个黄毛，还能有谁？凤傲天不动声色的给徐峰来加一条罪状，好歹你也是替他做事儿，被欺负了，不是打他的脸吗？勾勾手，喂，你头发散了，坐下。哦，乖乖坐下。亚柔单手帮你梳好头，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没法帮你绑呀，那就你自己来呗。正好啊，他头发还散了，挺不舒服的。喂，小矮子，帮我绑一下。你哦了一下，握住淡金色的长发，上面都是洗发水的香味。没关系，天空越黑，星星月亮，我也满身就没能成为自己的月亮。等我攒够了6点时，就去找月亮。我遇见你是银河赠予我的糖。仔细绑好，我手艺真好。完事后你问公孙亚柔同学，今晚你家里有人吗？看他的眼神出现怪异，你壮着胆子，别误会，我的意思是没人的话你不方便，总得有人照顾不是？看他不说话，你鼓起勇气，我知道你会觉得我很多余很讨厌，但是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够了，你以为我真会因为这几句话就同情你吗？你一下泄了气，好吧，就当我什么都没说。看你这样子，亚柔柔柔没心，今晚我家有人，但是明天没有。他内心叹气，哎，我是不是烧傻了？居然对这个抢了我身份的小矮子产生这么大怜悯。你可以来，但是要保持安静，更不可以惹麻烦，明白了吗？你眼睛就亮了呀！讨厌！亚柔心里一阵发虚，好讨厌这个眼神，这个眼神迟早会让他失去理智判断的。早上他刚到校门口就看到你探头探脑的，你眼前一亮，亚柔同学，今天我也要向你请个题目。一边说着，一边将准备好的早餐递过去。喏，鸡蛋三明治、酸奶寿司，也不知道您爱不爱吃，反正就随便看看吧。真千金目光飘忽，接过早餐叹口气，都说了这些多余的事情不要做了。你嘿嘿一笑，礼尚往来嘛，我们也算是朋友啦。他纠正道，我和你永远不会是朋友。话刚说完，眼前发晕。事实上，由于腿上和例假来了，他的昨晚起就忽冷忽热，实在难受。你一把扶住，烫了下额头，啊，好烫！这还怎么上学？我带你看病去。可真千金却啪的一下打开手，我自己回去医务室，你帮我去买一包姨妈巾。啊！你懵了，穿越到现在你还没用过这玩意儿呢。等到了小卖部后啊，除了姨妈巾还有暖宝宝一类的，顺道让老板帮忙煮了杯姜茶。半小时后提着一包东西到了医务室，这一会儿亚柔正挂着盐水，他皱眉，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干嘛？我没这么娇贵。行，你走吧，不用管我。你可怜兮兮地上那杯姜茶，那你把这个喝了，老板娘现熬的，还多收了我10块钱呢。亚柔皱眉，这种东西上辈子他收了不知道多少，无数追求者还有那些舔狗已经喝腻了，可你送的这一碗不是无华，没有任何名贵药材，就装在一个纸杯里，看起来却格外顺眼。真千金觉得自己内心的某一块坚冰正在不可控制的融化着，这种变化让他害怕，一口闷了。行了，去上课吧，不用管我。好嘞，有事叫我，我随时都在。
过了2天啊，老师下发了考成绩，满分150的数学考试，你考了4.5分。同学们一片哗然，不是吧？肖凡这个学渣居然能把数学考及格？老师没个好脸色，就是要把你作弊这几个字贴脸上了。你是无所谓啊，你们说就说呗，本小姐不在乎，趴在桌上睡觉了。不到半天，关于你作弊的消息就传了全校都是。公孙瑶听后鬼使神差走到你班级附近，看到趴在桌上的小矮子，周围啊都是吵闹的同学，没人关注你，仿佛你根本不存在。这一幕莫名戳中雅柔的心。上一世他被朋友、家人背叛，那种凄凉感同身受，很清楚这一次你是凭实力过的。如果作弊，何必每天起大早去图书馆找着自己补习呢？想了想，去他的教务处找到你班主任，我希望让肖凡同学重新做下试卷。如果他答得出来，你得在明天的升旗仪式上替他澄清，向他道歉。公孙雅柔是出名的学霸，说话很有分量。班主任皱眉，雅柔同学，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他没有作弊呢？你也许不了解他，肖凡这人不仅成绩差，而且脾气还……抱歉，我不喜欢从别人嘴里了解一个人。为了学校的名声，我建议你采纳我的提议。说完转身就走。很快你就被叫到教务处，要求重新做卷子，一脸懵逼。哎呀，被冤枉就冤枉呗，我都习惯啦。虽然不知道这事是谁张罗的，但如果能澄清，那老爸老妈一定会增加零花钱的，那个都是未来生活的保障呀。半小时后，班主任看到成绩4.514分，比上次还要高，冷汗都下来了呀。要是让肖家父母知道了他们冤枉他女儿，只怕是没法善了了。他们可是学校的大金主。很快换了副脸色，哎呀，肖凡同学，肯定是有些同学不服气，嫉妒你的才华，所以才传了一些糟糕的言论出来。老师是一直都很相信你的。你板脸，老师，你也不希望我把这事儿告诉我爸妈吧？我听说校内还有个什么创作发明奖，还有校内文学奖啊、文明奖什么的，奖金加起来有2-3千了吧？班主任是真的无奈了。总之，肖凡同学的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的。回去路上你还想着，究竟是哪个好心人帮忙争取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原神也没什么好朋友啊，总不可能是公孙雅柔吧？不可能，大小姐天天想着霸凌我，怎么可能帮我出头啊喂？走到拐角，被熟悉的声音叫住，扭头看去，是抱着胳膊好整以暇等你的真千金。他挑眉，今晚我家没人。你很快想歪了，俏脸一红，我今晚去陪你是吗？是赎罪。把书包丢给你，转头就走。公孙雅柔腿长走得比较快，你得小跑才能跟得上。2个书包的确重，气喘吁吁。那个可以慢一点吗？公孙雅柔回头嫌弃看了你一眼，真是个麻烦的小矮子，伸手把自己的书包拿了回来。你需要好好锻炼了，你也不想离开萧教后连班主任的力气也没有吧？你不好意思笑了笑，嘿嘿，我会努力的。你的意思是努力做到不需要搬砖也能活下去，但雅柔听到的却是到时候会努力搬砖的。同学凑近，把你的书包也提了过来。他一手2包，轻轻松松。呵呵，其实你也可以不用搬砖。半开玩笑说，你要是能一直取悦我，我也不是不能养着你。你说是吧，肖大小姐？这给你闹得脸红呀？什么意思啊？要包养我？但我一个小萝莉，吃点软饭又怎么啦？接下来回到家，他吸收上次教训，不让你做饭了，看你在角落蹲着削土豆，心中有了一种莫名程序。这家伙真的好小一只，一拳下去能哭好久。上一世是怎么敢欺负自己的？饭很快做好，今天的菜是小龙虾，你夹起一只，拧了脑袋，然后塞进嘴里，嚼啊嚼，不一会儿就把虾壳全脱了下来，投在盘子里。忽然注意到凤傲天似笑非笑的盯着你。公孙雅柔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想看看这么盯着小矮子会有什么反应。你愣了半晌，还能咋办？赶紧给凤傲天上供啊！于是乎啊，麻里剥好一只虾，谄媚笑着递到嘴边，那个吃吗？雅柔撩起耳边长发凑过去，红唇轻启，叼住那只虾，但并没有吃，而是继续用那种似笑非笑的眼神看着。你是害怕极了呀？虾尾还没去掉，啥意思啊？难道凤傲天不吃虾尾？等着我解决。于是乎啊，沉思片刻，果然凑了过去，一口咬住。亚柔愣了一下，瞬间脸红了，直起身子。这个小矮子脑回路怎么这么清奇啊？这会儿你还没反应过来呢，低头继续剥虾。沉默在彼此间滋生疯长，啪的一声，少女一拍桌子站起，吓得你手里的虾都掉了。妈呀，咋了这是？凤傲天这是还不满意？亚柔的理智又回来，也是自己真是小题大做，大家都是女孩子，再怎么亲密接触也不会有什么特殊含义。于是乎又坐下，端起可乐一饮而尽。结果又一只虾递了过来，还吃吗？看到你还是那种无辜的呆萌表情，真千金是真的忍不住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在扮出吃虎啊？喂，诶，你脸怎么那么红啊？不会是又发烧了吧？手刚伸过去想探额头，被笑拍开。这顿饭是真的没法吃了呀。收拾好卫生，时间来到11点45分。公孙雅柔还在看书，你实在熬不住了呀，要睡觉呀。雅柔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欺负欲一下上来。还记得来之前跟我说了什么吗？你咽了口口水，心里发虚呀。没错，是赎罪。所以今晚又是有什么羞耻 play 吗？
甩给你个袋子，穿上这个来浴室陪我。于是乎几分钟后，你穿着死裤水在浴室门口做深蹲，深呼吸好几次都没有勇气进去。亚柔在后面踢了踢你进去，他先跨进浴缸，递过来搓澡球和沐浴露，2个字反复下来，搓背。哦，好的。完了，大刀登基了呀！ Don't act so special. What I do is not for you. Forget about it. You made this mess up. Knock at your door. Don't you ignore. Forget about it. Let you run in circles and more. Get your paws off the door, trick along. Off the throne, 'cause you know you wanna walk away and forget about it. 完成这个任务后啊，你脑子还是晕乎乎的。虽然浴室里都是水汽，白茫茫一片，啥都看不清，可是皮肤的触感是真实的呀。不过这也算完成一个系统任务了吧？到了床边，亚柔又丢过来一个猫耳朵，换上，躺那儿。等你躺下后，他也跟着躺了下来，从后面搂住你的腰，放松，不要绷紧，这样手感不好。哦，接着他脑袋靠在你肩头，呼吸轻柔，就这样沉沉睡去了。这一晚上他是舒服了，你却好难受，僵着身子保持侧卧，根本睡不着啊。不过好歹2个系统任务都完成了，选择语文和音乐2门功课，瞬间就将他们精通。早上的时候，亚柔问你这次升学后准备去哪里念书，你回答前他就替你先做了主意，荣城吧，那里的高等学府更适合你。一阵沉默，你的想法很简单，想去一个偏远城市，离男女主都远远的。真千金似乎一眼看出了你的意图，眼神凶恶起来。不喜欢龙城也行，不过要去哪儿得提前告诉我，别让我浪费时间去满世界找你，否则……你打了个哆嗦，事情好像变得麻烦了，可没打算被他统治一辈子呀。这天学校开家长会，妈妈特地开车到校门口，远远的你就看到了奇怪一幕：公孙雅柔站在车门旁，像是做了很大错事一样，低着头，肩膀轻颤。我真的是您女儿呀，您为什么不相信我呢？而萧夫人则一脸嫌弃：公孙雅柔，我本以为你是个有骨气的聪明人，现在看来你和那些异想天开的蠢货没有什么区别。我说过了，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萧凡。雅柔捂着脸走了，看着全场的你，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以你对他的了解，他绝对不会用眼泪去争取一件事情。事实上你也猜对了，最近雅柔的人渣父母听闻了风声，想要借此事去找萧夫人求财。雅柔这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先不戳破，这样对方反而不可能相信。反正对于他来说，手上有那份亲子鉴定书，随时可以证明一切。家长会很快开始，你走到楼梯口的时候，突然被人一把拽进了隔间。大惊失色想反抗的时候，却听到耳边传来了真千金的声音，还有明显的酒气。这家伙喝酒了吗？亚柔的声音带着疲惫，不要吵，不要闹，陪我一会儿。再联想到他刚才在萧夫人那儿假装哭泣崩溃，也许那也不完全是假的吧。身为一个重生者，被自己的亲生母亲那样羞辱拒绝，谁会好受呢？你逐渐安定下来，身后的亚柔却伸出胳膊环住你的腰，别动，今天我不欺负你。你是快红温到爆炸了呀？为什么这个恶霸喝了酒会这么粘人啊？根本挣脱不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继续说，我想玩一点刺激的事情，你有兴趣陪我一起吗？刺激？一下涨红脸。然后到了后山，看到一大堆烟花，你傻眼了啊！这就是你说的刺激的事情？不然呢？递过去打火机，来吧，你来点。你眨眨眼，难道无所不能的公孙雅柔同学其实还害怕烟花爆竹吗？你点不点？好嘞，点燃烟花，哟，砰的一下，烟花在空中炸开，绚烂转瞬即逝。雅柔眼中的光亮也重新暗淡下去。对他而言，周围全是敌人，没有什么真心。眼前这个忙忙碌碌的小矮子，对他也只有害怕和顺从。紧紧抱着胳膊，emo情绪不断升腾。忽然，一只正在燃烧的仙女棒递了过来。雅柔同学，怎么了呀？闷闷不乐的。真千金突然问了一句：萧凡，如果现在给你一把刀，你会做点什么呢？那就给你削个苹果。严肃点，你一摊手，那就塞回刀鞘里喽。我这个人没什么志气，也胆小怕死。雅柔忽然笑了，喂，你不想杀了我吗？杀了我，你就可以永远做萧家大小姐。而且你看这荒山野岭的，你也可以把我推下山坡。我这样一个身份卑微的平民，就算死了1年半载，也不会有人过问。笑着笑着又哭了起来，只是他的哭是无声的。等到逐渐平静了，你才笑着说，别犯傻了，这个位子本来就是你的呀，公孙雅柔同学。嗨，挤兑真千金，就连雀巢这种事儿，自己这个咸鱼啊，果然没本事做。烟花爆竹没完全放完，学校巡逻队就发现了。不过雅柔动作很快，带着你半路溜达。等跑出去老远，他说常有小情侣来这里约会，放烟花的也不止我们，他们不会拿到把柄的。
啊？哦，你突然红了脸，这话真有歧义啊！临走时，他很轻的声音在你耳边补了一句：“今晚我很开心。”另一头，家长会上，萧夫人和徐夫人的妈妈徐夫人也达成了默契，两家决定联姻，先让孩子相处看看。于是会后啊，徐夫人对儿子说：“我都和萧夫人说好了，从明天开始，你每天放学后都去萧家，就要翻翻功课，这事儿没问题吧？”啊！徐峰的大惊失色，别，我真不行。至于他为什么这么怕呢？事情还得说回3天之前。那晚亚楼带了几个打手，守在本地一家有名的娱乐城门口。当看到徐峰出来的时候套上麻袋，拽到小巷子里一顿毒打。打完后还解开头套。女恶霸警告，以后离小凡远一点，不准跟他说话，也不准打他主意，听到了吗？说完还把徐峰的手机里关于你的图片删除，并转发到了自己的手机。要好好观察下这个假千金的生活状态，方便后面替换上去的时候不会出现纰漏。然后就是回到现在，徐夫人有令，小黄帽是敢怒不敢言啊，赶紧拿出手机把这事告诉了你，你吓得冷汗都出来了呀。这被女恶霸知道，自己肯定要被当铜锣抽了。想了想，干脆坦白吧，这事儿也不是自己的问题啊。谁知道雅柔回过来的信息出乎意料，有人免费给你补课是好事啊。你是冷汗都下来了，这能是好事吗？都能脑补出屏幕那头的公孙雅柔嘴角上扬，满脸嘲讽的表情。又过了一会儿，一条信息，所以你想要他吗？赶紧打字回复不要。完事后好像觉得还不够表明自己心意，又补了一句，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你给我补课。但是给我补课这4个字还没打上去呢，手就被班主任拍了一下。小凡，我说了，毕业考期间不许在校内用手机。哦，好的老师。等到了下课，你瞥了一眼手机，发出一条信息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你。这什么情况喂？保险起见，还是先到人少的地方吧。辗转到了学校废弃的体育室，可刚推开门，就传来夏木的声音，来了，不错，还算守时。刚想跑，就被这个壮汉架住。夏木冷笑着走过来，看见是你，愣了一下。小凡，你这阴魂不散的，别再纠缠我了。就算这样不要脸的送上来，我也不会要你。哦，我知道了，你是代替公孙雅柔来接受审判的吧？这小子想什么呢？信息量有点大，看来是约了女恶霸想干点什么。不激怒绑匪是第一原则，你干脆双手抱头，顺势蹲到墙角。我是一颗蘑菇。夏木翻了个白眼，怎么会有这么嫌疑的人？突发奇想，拍了张照片给某人发了过去。这小矮子在我手上，如果不想我做什么，限你10分钟内赶到体育室。在发完消息后不到3分钟，哐当一声，远处传来超大一声玻璃被砸碎的爆响。夏木心都颤了2下，下意识抄起棍子，谁？滚出来！但无论怎么喊也没人回应。那些手下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人道，可能是玻璃质量不好，年久失修。很快见识打脸，体育室的门被他的砰砰响。夏木嘴角上扬，我说什么来着？这女人是个识时务的。来，开门吧，我看看他打算怎么求我。可打开后不是雅柔，而是一脸紧张的徐峰来。他艰难咽口唾沫，木哥，我觉得咱们是不是不该这么为难一个女孩子啊？她是腿都在抖呀，眼神一直时不时往背后的窗户看去，在那里模模糊糊的站着一个人影，他也是被强迫着过来敲门的。夏木气得大吼大叫，在说什么废话呢？人呢？他把我害成这样，你也帮他说话？徐峰的牙齿都打颤了。木哥，你后面什么后面？一转头，砰的一下，一个书包直接砸到了他的脸上。真千金女恶霸公孙雅柔堂堂登场。没错，战神及时救场，一下把夏木都打懵了。接着亚柔霸气宣言，我已经通知老师过来了，你们和夏木也不是生死与共，不想挨处分的现在赶紧走，我既往不咎。几个也是被夏木忽悠过来的学生慌不择路跑了。接着夏木一顿暴退，你都懵了，不是说一会儿校服的人会来吗？哦，骗他们的啊！料理完夏木，亚柔一步步向你逼近。萧凡，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你为什么会有徐峰来的联系方式？你还惦记着夏木是吗？说话！你拼命摇头，但不知道怎么解释啊。你恶霸自嘲笑了下，现在我怀疑你和他们是一伙的。你闭嘴！你终于忍不了了，被冤枉成这样，叔叔可忍，谁不可忍啊？但喊完又怂了。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我真的就是路过这里。我发誓，要是我有暗中联系夏木，就让我1个月来30天大姨妈。这毒誓威力太大，亚柔都被吓住了。夜风吹过，久久无言。你松口气，就突然感觉一阵心酸，眼泪吧嗒吧嗒落下来。可妙的没天理呀！我又不是原生的恶毒女配，我追求的不过是1日3餐，嗑个瓜子活下去而已。为什么非得跟我过不去？公孙亚柔，你这个大混蛋，干嘛总欺负我？明明我已经很努力，我去做的事了呀。听你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
重生以来一直有仇恨眼神看在身边所有人的公孙雅柔，此刻也是慌了。他想过你会生气，会发大小姐脾气，或许还会一句话不说，但唯独就是没想到会哭。别哭了，试着伸出手去哄，可换来的却是你更大的哭声。哎呀，别哭了，我给你钱总可以了吧？谁要你的臭钱？走开！雅柔艰难开口，可我现在能给你的也只有钱了呀！你气势汹汹，你冤枉了我，你要道歉！道歉！他死死咬着唇，沉思片刻，终于伸出手，将眼前的小矮子揽进怀里，拍拍后背，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了句非常别扭的对不起。之前你发了条短信给雅柔，等掏出手机再看他的回信，上面几个大字：你打算怎么要我？这什么情况？为什么感觉有车轮子从脸上碾过去了？仔细翻下记录，看到之前自己发了一行字：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你给我补课。后面4个字儿给我补课没了，直接变成了一句骚话，啪的一下拍脑门，痛心疾首。完了，这开的是灵车呀！颤抖着回复：我打算花钱。发完后又拍脑袋，越描越黑了喂！雅柔回：你认为这是钱的事儿？那当然不只是钱的事儿，还会保你1日3餐。哦，看来你也挺大方。回了这条消息后啊，雅柔接关了手机，他不知道刚才那几句话是在试探你还是试探自己。闭上眼躺床上，也许是我想的太多。滴滴，5分钟后手机又响了，拿起一看，上面写着你的消息。如我解释啊，其实我不是对谁都这么大方，我只对喜欢我的人大方。雅柔冷哼，看来这个小矮子是迫于威胁，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第二天在车上看到女恶霸发来的信息，我多做了一份早餐，你来我教室里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家伙居然给我带早餐。捧着手机嘿嘿笑成了傻子。司机大叔从后视镜看到你的样子，心里也高兴，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富公子让大小姐如此心动。教室内，雅柔对着手中便当盒发呆，有点郁闷。我有必要向那个小矮子道歉吗？真是的，有个词叫做恩怨分明，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有多记仇就有多记恩。很快感觉一脚被拉了一下，又是那个小矮子蹲着，恭恭敬敬递过来一盒牛奶。那个我来拿东西。对了，我也多买了一盒牛奶，顺便带来了，礼尚往来嘛。交换完早饭后，你回教室打开，哇塞，玉米烙、炸鸡排、章鱼肠，该说不说，这明显是用心准备的嘛。买起，真好吃。等晚上你放学回了家，结果看到了谁？徐风来。这家伙怎么来了？肖夫人客客气气介绍，这是你学弟，他负责给你辅导。我和徐夫人是好朋友。另外晚上太晚，小徐跑来跑去也挺辛苦，就让他住你对门的房间吧。你无语，这么强行撮合的啊？等只剩你们俩的时候，小黄毛一脸无奈，我也是被逼的。等过了10几分钟，你打起哈欠，坐在阳台醒醒神，刚摸出手机就看到真千金发来的消息，有人给你免费上课，怎么还偷懒呢？吓一跳，四下张望，看看是不是雅柔混进来了。他怎么知道我在干嘛？手机那头回复：你也别到处找我了，我没那么闲，我会特地去你家盯着你的。你琢磨了一下，那我要是努力读书，你会给我奖励吗？奖励可是很重要的喂，毕竟还有一项收到凤傲天礼物的任务没完成呢。既然你这么期待我的奖励，那无论我给你什么，你都只能好好接着了。看完这条，完蛋，心里咯噔一下，这不会是什么正经奖励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至于凤傲天怎么收到你的动态，大家想必都猜出来了，内奸徐风来呗。不但通风报信，还各种拍照录像，哈哈！你看肖凡睡着了在流口水，这个小矮子在抠脚丫子被我偷拍到了，还有这个喝牛奶，但是呛到全喷了。不得不说，小黄毛是有点摄影天赋在身上的。这些照片倒是很可爱，于是女主大人将这些一一保存。第二天，公孙雅柔破天荒的送了你一些辅导书，并叮嘱好好复习。而这些礼物居然完成了得到那个女主礼物的系统任务。于是乎语数英3门功课精通完毕。接下来系统又给你发了新任务，主动与女主贴面吻，得到女主的贴面吻。你傻眼了，这虽然只是象征友好的打招呼，但你们俩之间的关系能算得上友好吗？雅柔不可能倒贴你，你也不敢去贴他呀，只能默默找机会完成。由于这阵子徐峰一直来家里，你是眼看着着急，这事儿得找雅柔商量一下。于是隔天周末起了大早，在约定地点等着。没多久，雅柔骑了一辆共享小电驴来了。小矮子今天很热吧？等久了吧？快上车。坐在后座，你也是好紧张，环着对方的腰，女恶霸的腰好细，好有弹性啊。目的地是商业街的咖啡厅。进去的时候，一个男人喊住你：凡凡，你怎么在这儿？还有这位小同学是公孙雅柔吧？看着很眼熟呢。你尴尬一笑，不敢说话。严格意义上来说，女恶霸才是他亲女儿。雅柔其实很有礼貌，叔叔你好，我是公孙雅柔，承蒙您女儿照顾，也承蒙您照顾。小巴哈哈一笑，别那么客气，今天想吃什么，让我女儿请客就行。临走时还温柔叮嘱你，好好照顾你朋友，缺钱的跟爸说。这一幕对雅柔而言，无疑是心尖上扎刀子。果然在肖爸走后，他的脸色很难看了。你开口解释，我真不知道他会在这儿。在这的偶遇是意外，但更让雅柔意外的是你的态度。这小矮子刚才的惶恐以及不安，还有此刻认真的歉意，都不是装的。捏了捏你的脸，好啦，既然够胆约我出来玩，那就开心点，别丧着。很快二人坐定，雅柔就点了一份冰淇淋。聊起天，他说想去游泳，
你赶紧摆手，我可不会，我在岸上陪你玩可以吗？他挖几下塞你嘴里，不行，你不会我可以教你，不过你得好好学，否则耐心不好，我怕忍不住把你摁水里淹死。这可怕的威胁让人冷汗直流。果然和你们恶霸的关系没有想象中的好，点点头，好，我会认真学的。亚柔嘴角上扬，又给你挖了一勺，很乖。接二连三的喂食让周围人纷纷侧目，你是脸红的要爆炸了呀！明明知道对方在欺负自己，但依然没有办法生气，因为他笑起来真的好好看。接下来的项目是游泳，亚柔给你准备的依旧是死湖水，他自己则是蓝色泳衣。聊天的时候，亚柔还是会想到上一世每天面对你的各种无理取闹，扔烧热讽，再当陷害，免不了对你两句戒心很高。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和刺耳的话，他一辈子都忘不掉。可现在记忆里的萧凡和眼前这个小矮子完全重合不上。你也叹了口气，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亚柔同学能把我往好的方面设想一下。人嘛，都是会变的啦。心说原生干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喂，我是偷偷背过侠。不过无所谓了，现在把这个大爷伺候好，到时候攒够了钱，方便提桶跑路。这时候亚柔沉默着走进了泳池，半个身子浮出水面，挺着腰，很自然甩了下长发，好身材，一览无余。Baby, let's fly. Baby, you and I. Baby, hold on, we can make it inside. 说道，下来，我教你游泳。出于上次冤枉你的歉意，今天我会多给你几分耐心。在亚柔温柔的带领下，你来到浅水区，紧张兮兮抱住他胳膊，而且越抱越紧，怕死嘛，没办法的啦。今天的真千金的确很有耐心，感受到你是真害怕，哪怕胳膊都被掐出印子里，也没怪罪。好了，慢慢动起来。你白净的小脚丫在水里乱扑腾，几个回合下来，逐渐放松，感觉自己应该是会了。于是在真轻的牵引下，逐渐往深一点的水域游过去。亚柔适时松开了手，一开始还好能游，但危险就发生在一瞬间。意识到自己没人保护后动作变形，突然被水呛到，忽然扑腾起来。亚柔游过去，重新把你捞进怀里，拍了拍后背，怎么回事？脚有点抽筋了。突然你发现距离好近，这么近的机会是完成贴面吻的好时机啊！目光紧紧盯着看，就是不敢动嘴。亚柔狐疑，盯着我看干嘛？我脸上有东西，正好这会儿你肚子响了。行了，今天游泳到此为止，上岸。看到你的背影，亚柔抿着下唇，一言不发，怀里还有你洗发水的味道。你准备走的时候，手被他一把抓住，跑什么？来更衣室帮我拉裙子拉链。于是乎一天就这么愉快过去了。另一边在家里半夜时，肖爸跟老婆提起今天碰到你的事儿，他心里想着这孩子真好，不像老婆说的什么十恶不赦的女流氓，不懂礼貌的女疯子。可肖夫人脸色大变，不到2分钟，你就被在他面前，他愤怒了。你告诉我，为什么孩子跟公孙雅柔鬼混？看你半天不吱声，他好气，准备动手的时候，肖爸把你拦在身后。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公孙雅柔到底怎么你了，让你这么瞧不上？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很看好那孩子，准备让他来教凡凡功课。你敢？肖夫人和肖爸扭打一起，场面失控，混战中你的手臂被茶杯碎片划破，鲜血流出。这下肖夫人总算慌了，连忙把你背到医院。躺在病床上你沉思，其实手上的伤问题不大，毕业考前肯定能好，但借着手伤这个由头，肖夫人光明正大给你请了长假，从今天起就不能去学校了。话说亚柔找不到自己会有什么反应呢？另一头学校里，公孙雅柔坐在教室最后排，拖着下巴发呆。奇怪，今天都看1天了，也没有看到那个小矮子的人影，眉头紧皱。下课时，成绩不错的班长温雅贤前来挑衅亚柔同学，上次班级团建你为什么不去呢？是因为没钱付不起 AA 费用吗？亚柔懒得搭理他，直接就走。可温雅贤得理不饶人，哎呀，你可不知道，肖大小姐前2天还特地为这事儿来我们教室，说你聪明过人，不像我们一样等大冤种，说其实你很阔，几千块的饭菜都随便吃了。切，我看你恐怕是做了什么卑微低贱的事情，讨大小姐才突然阔起来的吧？嘎嘎！亚柔心情冰寒，说够了吗？拍拍班长肩膀，我理解你的嫉妒和焦虑，从容貌到天赋，没有一样拿得出手，的确很可怜啊。说完转身就走，温雅贤气得当场晕倒过去。他这是同情我啊！彻底疯狂！等亚柔走后，肚子里还在想着刚才班长说过的话，也就是说，当时肖凡去找过他，还替他说过话。可为什么这么做呢？如果是演戏，那个时候自己都不在学校了，完全没必要。所以他是真心帮自己说话。回想起这阵子你的各种言行举止，心跳没有来快了几拍。一旦换一个思维，认定你之前的言行举止皆出自善意和真诚，那就太可怕了。这个家伙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明明欺负他奴役他，不生气就算了，还能对我产生好感吗？难道是我放松戒备，趁机跑路吗？哼，冷笑一声，区区一个小矮子，还想从我手里跑路？但愿晚上我找到你的时候，你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吧？真敢逃跑，别怪我惩罚你了。这天你回家里养伤，肖夫人对你的看管更加严格，
手机都收了，关掉网络。不止如此，连补课的徐峰来也享受到同款待遇，这日子过得跟坐牢似的。去上个厕所，突然窗边传来敲门声，咚咚，扭头看去，居然是公孙雅柔开窗翻了进来。在你发出惊叫之前，你先捂住点嘴，吐在角落里。好了，说说吧，为什么要逃跑？你只能小心解释昨晚发生的一切，并再三表示自己真的没有逃跑计划。对方狐疑的捏住你手腕，打量着缠了厚厚的纱布，看起来不像是装的。你弱弱说道：“哎呀，我为什么要跑呢？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呀。我们不是一起放烟花、做饭，还一起游泳吗？就算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朋友，我也认为我们是很亲密、很友好的朋友啊。”几番话下来，雅柔杀气明显减少，但自己上辈子被骗过太多次，无论你怎么扮可怜、装真诚，还是不能相信。今晚我就不走了。你们从卫生间出来后，徐峰来一副淡定脸，听动静他都猜到了，表示我出去吹会风，你们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和雅柔两人背对背，气氛有点僵。小凡在。那个你要吃薯条还是酸奶？我还拿了寿司和三文鱼，你要一个吗？雅柔脸一黑，我要的是你。不等细想，就被他搂进怀里，当起了抱枕。被窝里香香的，热乎乎的。雅柔给你盖好小被子，手摸着小肚子，真瘦啊，像是营养不良似的。最后问了句：“对了，你升学的事儿考虑好了吗？”我还不知道去哪儿呢，我成绩又不好。突然，一只手抚摸上你脖子，试着勾起下巴，所以一起吗？这什么意思啊？应该是问一起升学吧？我不知道。不知道，雅柔很不满这个回答，于是强行把你翻了个身。只是翻身不太成功，导致腿叠一块儿去了。你脸红，这什么让人误会的自杀位？试图挣脱，却一下又被按了回来。我真不知道，你别闹了，我好怕。我好像还没打过你，这么怕做什么？你找了个借口，再这么下去又被强行洗面奶了。雅柔同学，我尿急，手把翻身下床跑了。逃跑可耻，但很有用啊。等你待了1个小时再回来的时候，他果然已经睡着了，不敢打扰，蹑手蹑脚爬上床。第二天，雅柔还是揪着升学这个问题不放，你急得要哭了。我这种成绩怎么跟你一起升学？我没问你能不能，我是问你想不想。我想是想，但是话还没说完，门就被敲响了。雅柔躲进卫生间，女仆走进来送早餐。这一天算是应付过去了。早上你被萧夫人勒令和徐峰来出门约会，当然小黄毛肯定是很配合的，把你带到约定地点后，自己上一旁打台球了。很快时间到了，你没看雅柔的身影，心里忍不住自嘲一番，等什么等啊？人家说不要就是不要啊！正到惆怅时，却看到一个熟悉身影骑着一辆超飒汽车飞驰而来。雅柔摘下头盔，愣着干嘛？上来呀！一把拽住你拉上了车，轰的一下拧动油门，车身如同黑色利剑飞驰出去。后面的你吓坏了呀，死死抱住他的腰，发出阵阵尖叫。慢点，不行了啦，太快了啦！听到的尖叫，真千金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车速也就是起步是比较快，后面都放慢下来了。也不知道这个小矮子为什么还能叫得这么撕心裂肺，胆子真小。半小时后，车子停在了一个郊区别墅的门口。雅柔下车扬扬头发，不用这么害怕，我想要弄死你，不必这么大费周章。但你脸都被吓惨白了呀！他叹口气，只好伸出手把你从座位上抱下来。当走进别墅后啊，听到公孙雅柔亲口承认，你震惊了。这别墅你买的？他呵呵一笑，攒了一阵子钱而已。事实上，对于重生者来说，想要搞到钱并不难。你震惊了？这就是凤傲天打下的第一片江山嘛。话说，这种秘密共享给我，真的好吗？今天晚上你回去后啊，萧家是出奇的安静。萧夫人手中接到一份来自夏目的密报，说是自己的女儿居然不是亲生的，她亲生女儿是那个野丫头公孙雅柔。他震惊了，正好这会儿你回来了。他直言：凡凡，明天你跟我出门一趟，去做个亲子鉴定。你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妈，你怀疑我不是你亲生女儿吗？其实心里已经慌了一批了呀。萧夫人摸摸头，我只是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而已。完蛋，这次假千金身份是真的暴露了。不过也没关系，已经攒了一定数量的钱，而且还可以靠考试来翻身，做不那么闲的咸鱼。直言不用怀疑了，也不必浪费钱做什么亲子鉴定。我不是你女儿，我这就去收拾衣服，给你亲生女儿腾地方，转身就走。萧爸赶紧叫住你：凡凡，快回来，瞎闹什么呢？萧夫人也有点心虚，哎，凡凡，你等等。萧爸怒不可，你还有脸叫他？之前你再怎么胡闹，我都由着你，现在居然想异想天开，要带凡凡做什么亲子鉴定，真有你的呀！我也就是那么一提呀。萧爸冷笑，这是可以随便一提的事儿？我看你已经完全疯了。也罢，从今日起，我和凡凡一起离开这里，免得我们父女俩碍你的眼。他是真的受不了了，你最近的改变，他都看在眼里，是多么乖巧懂事的一个孩子。只是笨了点，但也在每天努力的念书，很晚都在学习。可孩子他妈完全看不到孩子的努力，肆意安排他的人生也就罢了，
还诋毁他的朋友，现在甚至试图否定他的身份。萧夫人在后头急了：“哎，老萧，你们这样一走了之，对我不公平，却被无情一把推开手。那你好好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孩子，对我们这个家公不公平吧？快步追上你，摸摸头，别害怕，爸爸永远站在你这边。你犹豫了，可我真不是你女儿。”萧爸板起脸来：“别说这种赌气的话，你妈不认你，我认你。就算我又当爹又当妈，也会把你培养出来。”他开车把你带到一个小区，这是我这些年攒的小金库买下来的。你先住这儿，你也别埋怨你妈。她生你的时候受了点刺激，医院停电，产房乱作一团。那一天，她以为自己真要交代在那了，一直在哭喊：“只要保孩子，不要保他的命。”伸出手，再次摸了摸头。我不会要求你以后不厌恶你妈，但我希望你能尽量别成为那样的人。说完，递过来一张卡：“爸爸这几天忙，这是我的副卡，你没钱只管用。等你考完试了，爸爸带你出国旅游，环游世界，就这么约定了，好吧？”等萧爸走后，你有点难过，发信息把今天的事儿都告诉了公孙雅柔。他轻笑一声：“这个小孩子居然问我怎么办，而不是直接逃跑。明明现在的局势对他有利，却不知道珍惜和利用，真笨啊！”发回去消息：“如今你想要什么结果？”别做痴呆表情，给你半分钟时间考虑。你考虑了3秒钟，回复道：“你回来吧，这个家以及父母都是你的，我要离开了。”公孙雅柔说：“我同意了嘛？”你回复：“这应该不需要你的同意。”结果他只发过来这么一段话：“老老实实在原地等我，半小时后给我来开门。”最后记住一句话，那一句是语音发送的。好奇点开后，传出他恶狠狠的声音：“能够欺负你的只有我，其他人敢乱来，我会把他们通通干掉。”半小时一晃而过，期间你越想越难过，眼泪稀里哗啦的。忽然想着不能这么狼狈被看到，有了，就去冰箱抓点甜椒。一边咬着，门铃却响了。那个雅柔同学，晚上好呀。咬了一口甜椒，露出一个刻意的傻笑。今天这风儿甚是喧嚣呀。雅柔拿走甜椒，面无表情咬了一口，又劈了头在门口。他大喇喇坐在沙发上，你不就是怕我随时回来把你撵出家门吗？那现在我告诉你，只要你永远这么听话懂事儿，这个位置就归你了。我甚至可以帮你遮掩亲子鉴定这一关。惊喜吗？你傻眼了？什么？真千金要放弃这破地的富贵？不对，他这是要既享受了富贵，又要享受一辈子拿捏自己的快乐。可恶的傅傲天！雅柔看你呆愣着，以为是开心的，呵呵，小矮子果然被我拿捏了。勾勾手指示意过来，看来你的确很惊喜。那么让我来看看你要怎么讨好我吧。可等待他的不是你的顺从，而是拒绝。抱歉，我不要。雅柔一下不淡定，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这貌似是他印象里你第一次反抗他。面对逐渐阴沉的眼神，你有点腿软，但还是强硬说出那3个字：我不要。给我个理由。在他看来，只要你保持现状一直听话下去，就能享受他从未得到过的完整的父爱、母爱以及荣华富贵。这条件很过分吗？你摇摇头，理由就是我说过了，这位置本来就是你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要占有过。他冷笑，你以为我会信？你笑了一下，露出个让他陌生的表情，悲伤又或是释然。甄千金心头猛地疼痛一下，在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你继续说，公孙雅柔，你永远只相信你自己，哪怕我做的再多，表现的再好，你也永远不会相信我，所以我放弃了。雅柔好气，小凡，我一向不会给别人接二连三的机会，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既然你不愿意服从我的安排，那么之后你的路会怎么样？我不会给你任何保障，你自求多福。说完这话后，像是游魂一样转头出门。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这里的。黑暗中凉风吹来，心都有点冷，脑子里快速回想起刚才相处的细节，最终定格在了你说出那句我放弃了这几个字的表情上面。咚的一下，路边的垃圾桶被他一脚踹飞了出去。凭什么对付不听话的人，他有的是穷凶极恶的手段，可对付你，他竟然有了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小凡，区区一个小凡啊！拿出手机发过消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改变你愚蠢的决定。回复很快到来，我不要。你倔强起来，撞回南墙都不带回头的。雅柔又发了一条信息，你真的敢不听话？你不怕死，也该怕痛的吧？这条发过去后，过了很久你都没有回复。有多久呢？大概3-4个小时，直到太阳升起来，路上行人逐渐多起来，雅柔才恍惚站起身，带着那种茫然的表情踉跄往前走。他感觉在这一刻，自己又一次失去了一切，重生以来那种世界经得掌控的感觉没了，两行滚烫泪水无声滑落，直到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才伸出手擦了擦，小声说：“一定是因为夜风太冷，受凉了吧。”大家好呀，我是卓卓。萧凡子和公孙雅柔性转贴贴的剧情，大家看的可还满意吗？现在第2季来啦！第2季启动。因为跟你决裂，你和公孙雅柔都没有理会彼此，冷战了1星期。直到考试这天早上，你一个人坐在餐桌前，无精打采吃着干硬的面包，喝着冷牛奶，感慨也是难得，甄千金这么久都没有折腾我了，看来是放弃打击报复这件事儿了。想了想，考完试以后就走吧，衣服也收拾好了。
到头来也没有舍得把肖爸的卡给刷爆。人啊，就是不能太有良心。简单收拾下桌子，起身赶往考场。考试的3天一晃而过，结束完最后一场后啊，你来到快递站，取出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打了辆出租车，直奔市郊的汽车站。真正踏上旅途的这一刻，你心里还是有些惆怅的。如果公孙雅柔愿意跟你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好好说话，那你们应该是很有机会成为朋友的。但一次次的试探，一次次的失望，你只能选择割舍心里所有的留恋和妄想。自己想要的果然不是那种命令和服从的扭曲关系。另一头，公孙雅柔从学校里出来，路超市买了点饭菜就准备走，但结账时却发现购物篮里多出很多他不爱吃的东西，奶酪、巧克力饼干、雪糕、甜筒。粗略扫了一眼，这些好像都是那个小矮子喜欢吃的。都怪这个碎嘴的家伙，经常在耳边念叨食物方面的喜好，害他下意识就拿了这么多。明明自己一点都不喜欢吃甜食。付完钱出来，他在马路边的石凳上呆坐了好一会儿，无数次拿出手机都没有收到你的信息，而且上一次的你也没回。一边感慨这家伙胆子肥了，一边又怅然若失，想到今晚该怎么解决了这些甜腻腻的东西。要不干脆就去肖慕凡那儿吧，逼着他吃，不吃就打死他。哎，还是不要打他了，就他那个细胳膊细腿哪受到了这个？还是吃一个雪糕给他100块吧。他那么喜欢钱，提到钱什么都会做的。然而抵达你住的地方门口后，大门紧锁，庭院内长满了杂草，不安预感涌上心头。拿出手机，面无表情的拨打电话，却是传出嘟嘟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一遍打不通，又打了第2遍、第3遍，终于雅柔全都捏紧，一条消息发过去：你在哪儿？接下来是第2条、第3条：肖慕凡，你在哪儿？说话，回复我，给我说话。信息轰炸了几轮，直到手指麻木了，雅柔才停下来，大脑一片空白。人跑了？那个胆小又贪生怕死的家伙，竟然真的跑了吗？可他不聪明，也没有出过门，甚至没有多少钱，他能去哪儿呢？会不会饿死在路上？坐在别墅门口胡思乱想着，直至夜深了，天平都融化了，才恍惚站起身。原来在不经意间，那个小矮子已经占据了他重生之后生活里的绝大部分，哪怕他不愿意承认，这也已经是事实。少女牙切齿，我会找到你的，我一定会找到你的，然后狠狠惩罚你，把你的双手双脚都锁起来，哪怕你真的身患绝症，命不久矣，你也只能死在我面前。你上一世那样欺负我、羞辱我，别以为这1个月的时间就赎罪结束了，我会找到你的，一定会。此时，一个偏远小镇，你拎着行李箱下了车，刚想感慨几句，却想到已经1天都没有回雅柔的消息，看着黑漆漆的手机屏幕，甚至没有勇气开机。算了，跑都跑了，还担心什么？今晚先去吃一顿大餐，再美美睡上一觉，有事明天再说。嘿嘿，愉悦的想着，一声炸雷突然响起，吓一跳，连忙在桥洞下搭了个帐篷，然后美滋滋躺进去，倒头就睡。里面肖家，肖夫人见你还没有回家，终于慌了，问遍你曾经的狐朋狗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次女儿失联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蓄谋已久，一直策划着离开这个家，离开他们这对父母。可她又能去哪呢？多半是躲在某个网吧的角落里，等着我们去接她回来吧。想到这儿，冷哼一声，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没社会经验的小女孩，在外面能坚持多久？到时候还不是乖乖认错回来吗？而站在肖夫人对面的肖爸脸色铁青，我问你，你看是不是肖慕凡的妈妈？她不见了，你就这样打算不管了？肖夫人语气冰冷，她在跟我宣战，试图让我低头，你看不出来吗？如果我们今日让步了，以后可就不好管教她了。肖爸感到不可理喻，他只知道女儿失踪了，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他去找，把女儿给找回来。说完出门，可暴雨中再怎么在街头找人也没有效果。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公孙雅柔这个女孩子，最近1个月跟女儿走得很近，也许她知道肖慕凡的下落。电话拨通的那一刻，两人同时质问肖慕凡在哪儿。短暂的沉默过后，肖爸把你失踪的情况同步了一下，而公孙雅柔没说话，直接挂了电话。此时他坐在电脑屏幕前，各种数据飞快闪过，双眼已经因为疲惫而布满血丝，但敲打键盘的动作一刻不停。肖慕凡，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一定会。另一边，在桥洞下这一夜，你睡得相当安稳，离开了凤傲天和父母后的生活，这多是一件美事啊！外面虽然在刮风下雨，生活困难了点，但实在不行，还可以摆摊卖钱吧，买东西附赠卖萌什么的。该不会没有人喜欢看小萝莉表演卖萌吧？突然这时，桥洞上方传来一声巨响，大大小小的碎石滚落下来，一辆撞到面目全非的跑车从坡上滑下，落进水里。驾驶位是个长头发的小姐姐，昏迷不醒。情况紧急，顾不得多想，连忙冲进湍急的水流。好在车门没坏，费劲扒开后把人救了上来，但车子顺着河流飘走。查看了对方的情况，
还好这是晕过去，受伤并不大。等到天黑的时候，橙花妹子终于醒了过来，看到你这张脸后，她猛然睁大双眼，你吓了一跳，你认识我？对方没有说话，只是抿了抿嘴。半小时前，他收到公孙雅柔给他发的消息，让他帮忙找一个人，也就是你，萧慕凡。如果没有发生这场车祸，被你救一命的话，恐怕他会二话不说，直接把你送给雅柔。对方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可现如今他犹豫了，摊手，我可不认识你，看起来好像是你救了我一命。你点点头，当然，你看我手都被割开了一个口子，以后能不能拿笔都不好说。我懂，我会给你报答的。你和公孙雅柔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他并不清楚。不过要是把你交出去，就这丫头细胳膊细腿的，还不得被那个坏女人给折磨坏了。他温雅贤虽然不是什么好人，却懂得江湖义气，知恩图报。正式介绍下，我叫温雅贤，远程集团温家的三小姐。以后我罩着你，你则是犹豫了下，弱弱道：我就是一个普通流浪汉，名字也不太方便说。没事，我叫你小妹就是了。今夜月黑风高，身为千金大小姐的温雅贤还是第一次住在桥洞下，你给她泡了泡面，还贴心的问要不要加个卤蛋。他一边说一边偷偷打量你，奇怪，这家伙明明是淘宝的千金，竟然如此习惯桥洞底下的流浪生活。呵，有趣的小妹妹。哎，老温家全是男丁，只有自己一个女儿，早就想要个妹妹了。越想越激动，眼眶都红了呀。这面真香，小妹心灵手巧啊。你茫然，这不就是普通泡面吗？至于好吃到流泪？吃过晚饭后二人在帐篷外乘凉。温雅贤关心问道：小妹，你不会打算长期住在这里了吧？你拿出2盒酸奶，很大度分过去1盒，这里挺好的呀，反正不是自己买的。狗系统为了保证自己不死，必要时刻会提供物资，零食啥的都是他送的。温雅贤是越喝越上头啊，这就是平民的食物吗？有点感动。你离家出走，带的钱和食物应该都不多，还对我这么好。等回去之后，我要买一个零食铺子还给你。你则是挠了挠脸，有点尴尬。这里是挺好的，但过2天我准备继续走了，暑假还很长嘛，我想要多出去看看。温雅贤都惊了呀，你就打算带这些出去穷游1个暑假，不行吗？不是行不行的问题，他很无奈。如果这小丫头独自出去闯荡，公孙雅柔找到人，这是时间问题，那家伙疯起来非常可怕，相当偏执。15天，最多15天，这丫头就会落在对方手里，被调教成热兵器的吧？看在你是救命恩人的份上，温雅贤决定帮忙帮到底。小妹，你也别瞎走了，我在这镇上有2条街，开了10几家酒店民宿，你随便找家住，账都记我名下。你眨眨眼，这是捡到富婆啦？看你这小仓鼠一样的表情啊，温雅贤心都要化了啊！要是父母争气的话，他也应该有这么可爱的妹妹呀。要是有妹妹，可以穿天下最漂亮的小裙子，最闪亮的珠宝，最好呢还有点小脾气，常常跟姐姐撒撒娇什么的。越想越激动，你完全没有把对方的提议放在心上。跟公孙雅柔打交道，让你学会了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毕竟你可不是顺风顺水的女主角，而是头顶 debuff 的恶毒女配呀！不小心一点，怎么混得下去啊？所以你已经决定，等一会儿趁对方不注意，收拾行李继续跑了。而另一边，公孙雅柔正对着电脑发呆，屏幕上是天空画面，你娇小的身影提着行李箱，坐上一辆很乡土的大巴车，这就是他查到的萧慕凡最后出现的画面。公孙雅柔终于查到了关于你的线索，但他反而有些迷茫。他本以为自己会立刻站起来收拾行李去追你，但却陷入犹豫。都已经跟这个小矮子决裂了，又该拿什么理由去管他呢？对了，那个小矮子在外面被人骗了怎么办？没了我的照顾，以他的废柴程度，恐怕也只能睡桥洞吧。才不是关心他，只是担心他给萧家蒙羞罢了。很快找到理由说服自己，少女节目出门来了辆出租车。另外一边，你本来想继续跑路的，奈何温雅贤察觉到了你的小心思，愣是寸步不离跟着，拉着手热情道：小妹，怎么也该让我尽尽地主之谊，表达下感谢吧。走吧，别睡桥洞了，去我的民宿。只能看他帮你扛起行李，为了彰显姐姐的威风啊，累得吭哧吭哧。到民宿后，你憋得难受啊，急忙冲到卫生间，还没解开裙子呢，就看见温雅贤也进来了。他也要脱，你脸颊一红，捂住眼睛。温小姐，等等，你背过身去啊？他满脸纳闷，怎么了？我又不是男人，都几岁了还这么害羞？哎呀，你在这儿我吸不出来了，赶紧出去啦！走出卫生间的温雅贤捧着脸傻笑，妹妹好可爱，车尿萝莉赛高。等你从卫生间出来，他笑着说：中午想吃什么？我请客。你摇头，没胃口，我想睡觉。说完，伸手试图接过自己的行李箱，却被他一把摁住。既然困了，那就先睡一会儿吧。走，我送你去房间。搬家到房间内，却没有把行李箱递过来的意思，心中隐约感觉到不妙，自己这算是刚出虎穴又入龙潭了吗？关上房门，躺在大床上，身体很累，但却完全没有睡意，也不知道萧家乱了没有，公孙雅柔有没有做什么疯狂的事情。想到真千金，心头猛地一颤，也许他已经恨死我了吧？不会的，我一直很
怪，我把位置还给他了，什么都没带走，他估计也只会恨我一阵子，然后忘记我，开启自己的新生活。自言自语着，勉强笑了一声，可能我总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实际上我只是个戏份极少、下线很早的恶毒配角罢了。另一头，楼下的温雅贤接到了公孙雅柔打的电话，温小姐，我让你查人，你该不会是有了线索却隐瞒不报吧？温雅贤被这句话吓得后背发凉，干笑一声，找人这不是需要时间吗？我已经派人在找了，你耐心等等。你知道骗我会有什么下场吗？再给你一天时间，尽快找到萧慕凡，否则我们以后就不必合作了。电话挂断，温雅贤一脸郁闷，这该怎么办呢？视角切换，亚柔来到那个桥洞前，忍不住想起了上一世的你，以及最后的结局。这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最终死在了桥洞里。一想到你在她面前委曲求全的样子，以及离开之前的惨淡决然，他心里就十分的不舒服，强忍着内心各种情绪。萧慕凡，你在里面吗？你现在给我出来，我就不打你。你还活着吗？笨蛋，活着就说句话呀！人没找到，但真千金看到了你留下的居住痕迹，记得甜食包装就是那个小矮子喜欢吃的牌子，一把捏扁空掉了酸奶盒。萧慕凡，你肯定在这里住过。他已经意识到，你哪怕愿意待在这样阴暗潮湿的地方，也不愿意回到萧家，待在他眼皮子底下。那个小矮子竟然有这么强的意志力吗？有那么一瞬间，亚柔心软了，想过就这样放弃追寻，任你离开。但一想到那天在巡视后山绽放的烟花，他又果断收起心软，满脸坚定，我一定会找到你，一定会。他想要抓住你，就像想留住那满天的烟花，毕竟那是重生以来他生命里唯一的美好。你在民宿一觉睡到自然醒，洗漱完绑了下头发，还是没有真千金绑得好，也没有人家绑得快。不对，今天想起那家伙的频率会不会有些高了？喂，千万别患上那啥综合症啊！萧慕凡，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刚想往楼下走，可到了拐角，一道令你脊背发凉的声音响起。温雅贤，你果然是有什么发现，在瞒着我，对吧？是真千金的声音。天啊，这个女恶霸怎么找过来了？连滚带爬走到楼上，这要是被抓到的话，小臂边伺候是妥妥的。你想不通，真千金怎么会来得这么快，还找得如此精准？而此时的楼下，亚柔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温雅贤内心很慌，但明面上还是挤出笑容。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呢？亚柔笑了笑，别装傻了，我找到了你和萧慕凡一起待过的桥洞。说着甩出温雅贤曾经佩戴过的发卡，看见这东西，他脸色骤变。公孙亚柔这家伙真是变态啊，居然连那个桥洞都找到了。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们俩到底是什么矛盾？亚柔冷声，仇恨。他抢了你男朋友，能让你这么恨他？该不会是他抢了你的亲生爹妈吧？温雅贤本想开个玩笑，却收获了亚柔一个极其凶狠的眼神。真千金冷哼一声，我要住在这里，你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小温连忙摇手，这里的房间满了，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换一家民宿吧？亚柔自要上扬，盯着他的眼睛，不，我就住在这里。我想，如果萧慕凡那个小矮子还在的话，你应该还来不及转移他。怎么，该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当场掏出2个摄像头，装在了民宿前门和后门。温雅贤目瞪口呆，这是有备而来啊！小妹，赶紧跑吧，千万不能落在这种随身携带监控设备的可怕女人手里。找了个机会溜到楼上，把真千金来抓你的事儿都给说了，那你好好躲着。你叹了口气，那就今晚跑路，哪怕跳窗也要跑。温雅贤慌了，我的小妹啊，别想着跳窗，这边是池塘，另一边是竹林，跳窗万一摔到磕到怎么办？你先别急，我会想办法搞定他，找到机会了再通知你。你点头，现在看来也只能如此。到了晚上，一个手下来报，温大小姐有线索啦！一个中年男人拿着这位萧慕凡小姐的照片，在街上到处问。听到这话，亚柔目光一沉，萧家的人也找过来了吧？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另一边，萧爸拿那张照片在街头交际询问，请问你们有见过照片上的孩子吗？请问不好意思打扰下，见过这个孩子吗？头顶烈日，汗水不停滚下，萧爸无力叹气，内心酸涩，也不知道凡凡去哪儿了，有没有好好吃饭。萧夫人突然打电话过来，语气冰冷，怎么样，找到人了吗？萧慕凡的性格我还不清楚啊，他怎么可能跑那么远？说不定躲在那个网吧偷偷抹眼泪呢。萧爸听了来气，你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吗？你到底还是不是孩子他妈？对自家孩子失踪了一点都不关心。萧夫人冷冷道，什么叫废话？你别惯着他，他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就是想看到我们为他着急的样子。可下一秒电话是乱忙音，萧夫人脸色铁青啊，彻底疯狂！我不就是说了句去做亲子鉴定吗？这孩子竟然敢跟我断绝关系，他有本事就一辈子都不要回来！强压着怒火给萧爸发去消息，行吧，我算是服了他，我给他买2个黄金首饰店，该满意了吧？让他赶紧滚回来。
另外一边，一整天时间过去，温雅贤和雅柔大眼瞪小眼，就这么耗着，二人都犯困，眼皮子都快睁不开了，但还是强撑，不想让对方有可乘之机。温雅贤用手指撑着眼皮，嘴硬：“雅柔，不行的话就去睡吧，别熬了。”甄千金呵呵一笑：“我要是睡了，你就得偿所愿，想得美。”温雅贤已经有些被逼疯了，是我求你了，雅柔，你正常一点好吗？你总是太自信，这会让你误入歧途的。相信自己没什么不好的，但是人这种生物擅长自我欺骗。哼，雅柔冷笑：“我就不会欺骗自己。”温雅贤附额：“你没救了，你真的好变态，我真的怕了。”雅柔却一把掐住他的手，说：“他人呢？”温雅贤想把手抽回来，可对方力气很大，越掐越紧，说：“人呢？”温雅贤咬牙切齿：“我不知道，我说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逼我？”雅柔掏出打火机对准沙发，嘴硬是吧？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好了。我数到3，你再不说我就放火。温雅贤的精神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他是真的怕了这个疯女人。火苗热在沙发上，很快燃烧。温雅贤面露惊恐，他在楼上，在楼上。公孙雅柔取出灭火器，3下5除2将火灭掉，然后从被吓傻的温雅贤那拿到房门钥匙。温雅贤请求：“我觉得萧慕凡不是什么坏人，你会不会搞错什么了？”雅柔嘴角带着戏谑，一把将他推到沙发。萧慕凡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值得你这样去护他吗？温小姐，不要多管闲事，也不要去试着触碰我的东西，否则下一次你可不会这么走运。说完，夺过房门钥匙，来到你的房前。甄千金脑海一片空白，背对着门缓缓蹲下，手中钥匙捏得紧紧。他咬了咬嘴唇，满是疲惫。萧慕凡，我不想给你更多机会，现在你自己出来，不要让我继续抓你，我太累了，别让我一个人。其实得到你下楼的那一刻，他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就断了，多日积累的疲惫汹涌袭来，就这么靠着房门睡了过去。公孙雅柔终于找到了你，可在开门前因为太过疲惫而晕倒，他只是恍惚中觉得背后的门被打开了，萧慕凡好像蹲在了他面前，用温柔怜悯的目光看着他，凌乱发丝被捋起，额头汗水被温柔擦去。等他猛然睁开眼睛，醒来后直接就是2天后的下午。温雅贤端着粥和点心走了进来，坐在他旁边吃得津津有味。真是的，一觉睡了这么久，我在你边上吃饭睡觉抠脚丫都不行，该不会是成了植物人吧？越说越带劲，嘿嘿，不能嚣张了吧，小样。见到甄千金没有半点反应，温雅贤更放肆。而这时候你给他发了条消息过来，我已经下车了，温姐姐，谢谢你的人和车，安全就好，来我这儿还让你受了那么大惊吓，真是不好意思啦，小妹，还麻烦你好好照顾一下雅柔同学，真的很抱歉。温雅贤问：“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他看你简直像是在看杀父仇人，你看他又像是在看上辈子的情人。温雅贤发了一堆消息过来，你先没有回复。时间回到雅柔倒在你门口的那天，听到甄千金的脚步声后啊，你直接钻进了柜子里，只是后面听到他倒在地上的声音，才慌慌张张从柜子里出来，打开门查看情况，细心照顾了虚弱的他，确认果没是梦境后啊，才让温雅贤帮你跑路开溜。而现在的你来到了西南部的一个风景区，摆摊卖烧烤，小脸虽然被熏得黑漆漆，但也算是自食其力。让系统帮忙监控火后，你双手叉腰，骄傲地挺了挺小胸膛，不愧是我，今天真的是辛苦我自己啦。然而路人视角是这样子的，快看，那边有个黑妹在卖烧烤。什么黑妹？人家那是脸弄脏了，好香啊，这味道真行。小姑娘，我要10串，别放太多辣。而陆陆续续有人过来买烧烤，吃过了都说好，你忍不住美滋滋地想着，靠着这门手艺，再怎么说自己也饿不死吧。与此同时，民宿内，公孙雅柔对温雅贤使用了擒拿术，夺过手机，和你的聊天框正处于打开状态。他戳了戳屏幕，思考片刻，小心翼翼地发了条消息过去：“我能看看你在做什么吗？拍个照片给我就行了。”而温雅贤好气：“这可是我的号位，你怎么用我的号跟小妹聊天？”他伸手过来抢手机，却被雅柔摁住脑袋，盯着屏幕沉默片刻。甄千金淡淡道：“我代替你和萧慕凡聊天的事儿，你不能跟任何人说，特别是萧慕凡，他一个字都不能知道。”温雅贤懵了，感情我成工具人了呗？虽然满脸不服啊，但也只能口头上答应是。而过了好一会儿，你终于发了张照片过来，在吃烤串，你想来点吗？见到你过得这么开心，甄千金沉默了，一行清泪从脸颊上滑落。又过了一会儿，雅柔再次发消息过去，夜间风很大，你住哪儿？你忘了吗？我有帐篷的嘛。得到你的答复，雅柔缓缓放下手机，手按在心口位置。一想到你在外面睡桥洞，风餐露宿，不知为何他的心就阵阵绞痛。想到自己对萧慕凡那个小矮子这么上心在意，雅柔心中都甚至忍不住冒出了一个令他自己都感觉到荒诞的想法：我这么在意萧慕凡那家伙干嘛？我明明是最恨他的呀，可为什么偏偏就这么在意呢？不久后，毕业考的成绩公布，你所在班级里直接都炸锅了。什么鬼？这是萧慕凡的成绩？不可能吧，一定是事件出了问题。
还是我没睡醒啊？嫉妒使我面目全非。班主任不敢置信啊，因为你的成绩好得不可思议，可以上本部重点学院的那种。与之对应的是亚柔成绩一塌糊涂，他的血压有点高。什么鬼？倒过来了，呵呵一笑。论成绩，他想拿第一，自然是信手拈来。可上一世拿了好成绩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被校方安排着到处演讲，贩卖各科的学习笔记，一遍遍说着违心的感谢学校、感谢父母。而那对人渣养父母呢，则是收钱收到手都软，脸都笑烂了。他呢，获得了什么？满身心的疲惫，以及亲生父母的指责。萧父说他目光短浅，为了点小钱到处抛头露面。萧夫人指责他居心叵测，都已经恢复真亲身份了，还和那臭水沟一样的养父母联系。他这次很庆幸，这份荣誉我不需要，也不用去讨好别人。分数嘛，自然是他精心控分的结果。他分析过你的成绩，判断过上限大概也就这么高，刚好可以踩中这条线，到时候就可以理所当然和那个小矮子去同一座城市、同一座学校。然而亚柔很快就笑不出来，萧慕凡的成绩居然这么高，眉头皱紧。不对，这小矮子之前在我这儿肯定隐藏了真实水平，还故意装傻充愣，让自己教书教题，不由自嘲一声。也许他的隐藏不是最近开始，而是蓄谋已久。想到这儿，捏紧拳头，有种被戏耍的感觉，没让他生气，反而激起了他强大的征服欲。这样的对手就很值得我去认真欺负了。收拾好心情，真千金再次提着行李箱，悄悄追上了你的脚步。这次他还拿到了关键道具温雅贤的手机。这时手机提示音响起，拿起一看，你发了条消息过来，温小姐，你看我现在到了这里，这里的鲸鱼好胖呀，像猪一样，哈哈。亚柔笑了一下，但很快收敛。这种鱼有什么意思？不中看也不中用。另一边正在拍照发消息的你有点愣住，哎，这是什么奇怪言论？怎么感觉是在跟公孙亚柔那个大冰山说话呀？短暂沉默过后，亚柔又发消息过来，成绩出来了，你打算升学后去哪儿？我吗？嘿嘿，其实没想好啦，我不喜欢念书的，也许就不升学了，不继续念书，你想去干什么？就卖烧烤呀，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嘛。亚柔沉默了，你打字道，哈哈，开玩笑的啦，升学的事情等玩够以后再说吧，拜拜。这玩笑的确有点欠揍。真千金翻了个白眼，又表情幽怨，用着温雅贤的社交账号和小矮子聊天，怎么有种莫名卑微的感觉？而且为什么这个小矮子和别人聊天能这么活泼？另一头度假区内，远离了萧家和风傲天后，你是玩的真的开心啊！找了个大家都在野营的地方，支起帐篷，开了瓶香槟，浅浅抿上一口，为了自由，为了摆烂，干杯！呜呼，躺下躺平，舒服睡觉。到了半夜，你被尿意憋醒，打了哈欠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睡迷糊了，来到一间帐篷前没多想，直接钻进去，倒头就睡。此时白天一路偷偷跟踪，完全没睡着的公孙雅柔感受身边异动，猛地睁开双眼，摸出匕首，可在看清楚身边人是谁后，身体瞬间僵住。萧慕凡，这小矮子什么时候来的？真千金阴沉着脸，脑子里瞬间闪过100种不同的折磨方式，自投罗网的猎物该有觉悟了。1分钟、2分钟过去，他只是维持着姿势，满脸纠结，是叫醒他还是不叫呢？给他一脚直接踹醒？不行不行，这小矮子这么弱，一脚下去，那以后就没得玩了。犹豫了一会儿，他只能躺下，在黑暗中对着帐篷发呆。然而过了没一会儿，真千金腿上一沉，居然是你，把腿挂在他身上，还双手抱住腰，脑袋靠过来蹭蹭头发。亚柔瞬间想到了当初他拿你当抱枕的日子，现在的感觉和当时完全不一样喂，脑子里已经疯狂乱转啦。咬咬牙，起身将你抱起，送回了原本帐篷内。回来后都要气笑了，这小矮子被人挪了帐篷，都完全没有反应，就这样还只敢带个破箱子到处溜达。我都要看看你这么勇，到底能在外面坚持多久？哼，养不熟的小猫总得要吃点苦头，才能学会粘人和顺从。真千金此刻心态发生了变化，也没有那么急着把你抓回去关系黑屋了，反正他有的是时间，可以继续观察你，不会等到你向我投降的。萧慕凡，第二天早上，你猛然惊醒，捂住脸啊，真该死啊！我怎么会梦到我和雅柔睡在同一个帐篷？还梦到把他当成了抱枕，完了完了，真千金太可怕，他居然钻进了梦里，不仅白天折磨，晚上也要，一定是这里的风水不好，得赶紧溜。收拾完行李，刚上车就收到了温雅贤的信息，你晚上一个人睡在野外，不害怕吗？你哼了一声，回复道，不怕呀，我都选治安很好的地方。哦，不怕哪天睁开眼睛，公孙雅柔就在你的帐篷外面堵着你吗？看到这句话，你心里莫名慌了一下，这个嘛还是有点小怕的，但自己行踪隐藏的这么好，而且常常换地方，真千金想堵我应该很难吧？想到这儿又有些嚣张，
敲字回复：哈哈，在帐篷外堵我算什么？有本事让他来帐篷里面堵我呀！接下来时间又过去1个星期，期间你时不时跟温雅贤汇报一下所见所闻，共享坐标，来到新景区熟练扎起帐篷，又开始享受起悠闲的度假生活。放上躺椅，戴上草帽眼镜，休闲模式走起来。浑然不知这一举一动都被远处的公孙雅柔尽收眼底。到了晚上，独自躺在帐篷内，你失眠了，抱着被子滚来滚去，眼睛都酸了，却还是睡不着。这种安静又孤独的晚上，脑子里总会想起很多事情，想到了萧爸、萧夫人，又想到了温雅贤。想到萧爸的时候，内心有点愧疚；而想到真千金的时候，记忆里他大声呵斥的模样，似乎也变得没那么可恶了。想起了公孙雅柔给你的黄金戒指，想起他做的饭，还想起了他在泳池里认真教你的样子。啊，捂住脸，我不是被他给 PUA 了吧？就是怀念这种日子。此时不远处的公孙雅柔陷入沉思，手机上的聊天界面是打开的，他总想要跟你聊点什么，但却有些词穷。一股懊恼收起手机，我为什么总想跟他说点什么呢？是想骂他，还是恐吓？是想要关着他，还是继续放养？真千金脑海中一团乱，他脑子很聪明，很少有想不明白的事情，但这道题真的太难了，他解不开。再次回到帐篷里，手机突然传来滴滴声，一下振作，可看到消息来源的时候，是温雅贤发来的。嗨，雅柔，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要让我操控那只股票赚了500万，分红还是打在你原本的卡上吗？雅柔恶狠狠道，以后大晚上的别发没用的消息来打搅我。关机，拉着被子蒙着脑袋，为什么在看到不是你发的消息的那一刻，他会那么失望呢？很快就到了需要提交、需要申请的日子，重新登录社交账号，消息999加，除了各种质疑，还有恭维、讨好，通通无视。翻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真青青的账号，有质问、威胁，反正没一句好话。好在你离开温雅贤的民宿后，他又再也没有给你发过任何消息了，大概是放弃了吧，也可能是温雅贤劝住了他，或者是他自己想通了，决定和邵医师和解。总之算是个好事儿，松口气，这个噩梦终于要结束了。但欣慰的同时，又有一点淡淡的哀伤，那种感觉就像是失恋。呸，怎么可能？想想大学志愿的话，就填岩浆市吧。根据原著内容，男女主的修罗场不会波及到那里，关键是远离萧家，远离男女主。另外一边，班主任将你填报岩浆大学的消息告知了萧爸、萧夫人，并说明你选了艺术专业。萧爸好气，这丫头可是要继承萧家100亿财产的，学个金融或者管理都好，怎么能去学艺术呢？让班主任先让你的申请书扣下来，再看向一旁的私家侦探。这么长时间的追查后，萧家终于顺利发现了你的行踪，心里憔悴，长叹口气，走吧，抓紧时间把人给带回来。萧夫人冷哼，这个臭丫头，看我今天不把她打得皮开肉绽，真是无法无天，反了她了。萧爸瞪了他眼，你最好安分点，如果你再把凡凡给逼走了，我们就离婚。萧夫人咬牙切齿，不再说话，当务之急就是把人给追回来。生随这事儿比什么都重要，之后再慢慢收拾这个臭丫头。另外一边，正在收拾帐篷的你心绪不宁，眼皮跳得厉害，难不成是爸妈要追过来了？四下张望，不行，得赶紧溜，匆忙离开演艺区。然而还没走到车站，远远就看见几家萧家的车，心跳都快停了，躲进一旁的绿化带后面。而此时的景区，萧家明显有备而来，派人各处守着，到处搜寻你的下落。看到这种阵仗，心顿时凉了半截，这下插翅难逃。想了想，果断掉头，带着行李往风景区的山路走去。不能回去，绝对不能！山上的风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你总感觉身后有个脚不轻盈的家伙在一直跟着。几次回头看去，都没看到人影，心里发毛。景区的路灯到此为止，前方是黑漆漆的树林，犹豫几秒，还是迈步前行。然而就在这时，身后的脚步声众人加快，一道黑影扑了上来，捂住你的嘴巴，强行拖回。前面有断崖，你想死吗？萧慕凡听到公孙雅柔的声音，身躯一颤，差点站不稳。真千金夺下行李扔在一边，双手抱胸冷漠道：萧慕凡，玩够了吧？你愚蠢可笑的逃亡到此为止，该认命接受惩罚了。绝望、恐惧、无助，各种情绪在心里交织。咬牙一把朝真千金冲过去，挥舞小拳拳一阵乱打。他却眉头紧皱，反手一把将你抱起来，来了个四肢腾空。他力气很大，胳膊勒着你的肚子，让你疼得眼泪汪汪。公孙雅柔，你放开我，我死都不要回去，放开我！真千金面无表情，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萧大小姐，你一字一顿，我不要。呵呵一笑，不装了是吗？多么仇恨的眼神，真让人意外啊！仇恨，抹了抹眼角的泪水。是的，我的确恨你，我最讨厌你了。我已经如你所愿，将一切都还给了你，你还想要我怎么样？话说了一半，就被张千金掐住了腮帮子，凑近的脸一字一顿：萧慕凡，你确定一切都还给我了吗？听到这个问题，你有点茫然，难道自己还拿了萧家什么宝贵的东西？没有吧，顶多也就是拿了2件值钱的首饰，没拿其他更多了呀。这边想着赌气似的，从兜里拿出2件，好，这些我也不要了，给你，都给你，你可以放手了吧。雅柔嗤笑一声，你是在贿赂我吗？幼稚，他想要的怎么可能是这些东西？这个可怜的小猫脑子还是笨了点，完全没有意识到萧家目前真正的宝贝是什么。冷哼一声，身上黑气散发。萧慕凡，你想死也行，死了我就把你火化埋在我家的院子里，反正我家院子挺大的，我会给你头上多种点花花草草，
这下你老实了。摇头叹气，别总试图反抗我了，萧慕凡，你还是不清楚，只有听从我的命令才能平安无事，一辈子衣食无忧。你满脸悲愤，那我算是你的什么？奴隶、宠物还是玩具？真千金难得沉默了，当你在看他的时候，不知为何他视线躲闪，仿佛在畏惧给出答案。你愿意是什么就能是什么。你双手握紧成拳，嘴硬道：我想成为一只自由的鸟。公孙雅柔，我告诉你，萧家的笼子是关不住我的。雅柔都被逗乐了，这小孩子真敢想啊！用力揉揉头发，凑到耳边来了句：那萧慕凡，我也告诉你一句话，总有一天你会乖乖向我低头臣服。说完一阵轻笑，我很欣赏你桀骜不驯的样子，但我更期待你真心实意顺从我的那天。回到萧家后，你应该会被关禁闭，晚上记得不要关阳台的窗户。而此时一辆车开了过来，萧爸走下，雅柔轻轻推了一把，人给你了，我看到你身上100万找女儿，记得把赏金打给我。萧爸是感激啊，谢谢你啊，雅柔同学，你照顾我们家凡凡的事情，我会跟孩子他妈说的，改天我们一家3口一定登门感谢。真千金礼貌性笑了笑，那我就等着了。目光始终落在你身上，直至你的身影消失在了茫茫夜色当中，真千金才怅然若失的一叹，他此刻理解了一个词儿，叫言不由衷。今天想跟你说的话，竟是一句都没说出来。回到萧家后，你睡了整整1天1夜。来到楼下，萧爸萧妈走了过来，睡好了吗，凡凡？同时保姆赶紧把各种蛋糕点心端出来，全是你的爱好，但今天却没什么胃口。萧妈发火了，萧慕凡，别矫情了，我忍1天了，你看看还像个人吗？哪家的千金大小姐像你一样披头散发，成天呼呼大睡？萧爸重重拍桌，别理你妈妈，先吃东西吧，吃完了我们有事跟你商量。你抬起头，我也有事跟你们商量，我们去做个亲子鉴定吧。萧妈脸色一僵，这一茬她都不敢提了，你还提？萧爸也紧张起来，凡凡，这事翻篇了，行吗？你也摇摇头，做个鉴定吧，这样对我们都好。萧爸崩溃了，气得站起，还鉴定什么？你就是我们的女儿，我们只有你一个女儿，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再变了，你明白吗？叹口气，可我真的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我和你们长得不像，也不聪明，不是吗？萧妈哼了一声，能考出这种成绩的你还不够聪明吗？可你却还是摇摇头，我和你们长得都不像，这是事实了。萧爸是真的难过的，眼眶通红，凡凡，你一定要这样伤害爸爸妈妈吗？你有点不忍心。可就在这时，萧妈甩出一张支票，行了，闹了这么久也该够了，这就是2000万，给你的奖励，你可以随便花。另外，我也给你准备了几个位于市中心的商铺。你也摇摇头，您收回这些东西吧，我不是很需要。我可以出去逛逛吗？父母的答案当然是不行。你也摇头，往房间走去，他们沉默了。女儿好像变得更乖，但也貌似离他们更远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要怎么做才能得到原谅呢？回到房间，打开电脑，戴上耳机，下载了几个 Galo 游戏。一晃就到了晚上，你看着电脑屏幕上娇羞的2次元萝莉，搓搓手，嘿嘿，看来这次可以解锁萌妹的新知识了。而就这时，肩膀忽然一沉，耳机背架下传来真千金悠悠的声音，看来禁毒这件事情还挺符合你的心意啊。吓得从椅子上摔了下去，一脸惊恐。公孙雅柔，你什么时候？呵呵，从你试图忽悠人家换泳装开始。屏幕上那个穿着白丝的2次元萝莉在泳池边晃了脚丫，你还正常吗？萧慕凡，真千金实在不理解，这是一个小女孩会喜欢玩的游戏吗？我很正常啊，我就是喜欢女孩子，有什么不正常的？可听到这话的真千金就呼吸一滞，直勾勾盯着你。你咳嗽2声，我的意思是，我欣赏女孩子的漂亮、温柔、可爱、天真无邪。哦，他没多说，拿出打包好的帝王蟹。大小姐，你什么意思啊？真千金哼了一声，我怀疑你会绝食，怕你大夏天死在家里发臭，特意好心来看看你。这些是今天做多了，扔了觉得浪费才拿来喂你的。你眨眨眼，怎么感觉这理由似曾相识？想给我投喂好吃的，就不能老老实实说嘛？转身继续玩游戏。公孙雅柔冷笑，萧慕凡，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好了？微微一笑，哎，你大晚上还故意爬围栏上来给我送宵夜，对我还不好吗？不过以后别对我这么好了。理由我不配，也不需要。然而你忘了对面的人是独断专行、横行霸道的真千金，下一秒直接揪住衣领，眼神凶恶，举起拳头还晃了晃。你是要吃帝王蟹，还是要吃这个？我一拳砸在桌上。是我吃。公孙雅柔，你知不知道你很烦，真的很烦，我最讨厌你了。真千金点点头，哦，他才不会在意自己是不是被讨厌了，现在只想让你听话一些，至少先把肚子填饱。于是你被我吃下了这一盒蟹肉，一脸委屈。真好吃啊！可恶，这不是你的身体。公孙雅柔叉腰，吃饱了就去洗漱，早点睡觉，我会盯着你。我睡不着，我知道你睡不着，心情不好是很难睡，但你必须睡，免得英年早逝。拽着衣领直接拖进卫生间，洗澡、洗头、刷牙、洗脸，快点！你老半天没动，我数到3，你再不动手，我就帮你动。伸手就脱衣服啊！住手，烦死了！可不管你怎么抗议，还是逃不过真千金的铁手，像宠物一样被按着洗澡，下手没有轻重，把背都搓红了。离开之前还不忘警告，别乱跑，我会盯着你的。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看向阳台的方向，公孙雅柔都能爬这个来去自由，我也能，对吧？
可才走到阳台，手机就响了起来，一看竟然是他发来了一张监控画面截图，是他能看到的自己。肖木凡，你的房间周围有好几个微型摄像头，想跑就跑吧，不过下次我再抓到你，一定把你锁起来。第二天，肖爸在外面敲门，凡凡，不管怎么样，你多少吃一点好不好？算是爸爸拜托你了。你犹豫了下，还是没有开门。我不饿，您端走吧。今天我可以出去逛逛吗？肖爸犹豫了一下，凡凡，在家里多待会儿吧。你想要什么，我和妈妈都给你带回来的。失去女儿的恐惧，他无力再体会一次。肖爸有预感，现在放你出门，他一定会再一次失去女儿的。看着被风吹动的窗帘，你不由笑了一声。那我什么都不要了。无论是公孙雅柔还是肖家父母，貌似都在想着驯服我啊。这时系统声音响了起来，宿主好可怜，本梦都要快哭了，嘤，要不要先去新任务看看？先说来听听：一，把女主公孙雅柔打败并制服对方；二，从女主公孙雅柔手中至少赚取1000万；三，把女主灌醉一次并录下她的醉言醉语。您需要吗？呵呵，这任务跟我去送命有什么区别？完成任意一项任务可以获得一次做打死机会。你立马近视了，什么意思啊？不管您做出什么危险举动，本梦都可以让您安然无恙。这哪是做打死的机会，这是近身脱壳啊！从自己彻底逃离萧家，逃离公孙雅柔的机会很好，这任务我做定了，这一世我一定要逃出去，逃得远远的。第二天晚上，公孙雅柔又带了食物过来，今天外卖点错了，都是我不爱吃的，扔了太可惜，还是给你吃吧。你看着他，雅柔同学，我想要挣钱，你能带我赚钱吗？你萧木凡，谁给你的错觉，觉得自己能赚钱？萧家有这么多钱，还不够你挥霍吗？实际上，雅柔觉得这一世有自己在，只要你不作死，不再尝试逃跑，乖乖听话，就能养你一辈子，就当养一只精致的飞天宠物罢了。公孙雅柔，干嘛？你看不起我就算了，反正你从来都瞧不上我，我都习惯了。走吧，带你的外卖走吧，我就算饿死。话音未落，他一把掐住你的腮帮子，挖了一勺蛋糕，吃。我不吃，蛋糕被怼进嘴里，好吃吗？真香，呸，一般。被吃了蛋糕，又被喝了奶茶，你真的好撑，肚子撑爆了啦！我真吃不下了，不信你摸摸看我肚子，一把抓住手摁在肚上，微微隆起，摸着肉肉的。你倒是没有什么特别想法，只想证明自己真的饱了。可雅柔却像是突然碰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一下收回手，还站了起来。雅柔同学，你是让谁都可以摸你肚子吗？你无语，这事儿有啥呀？愣了一会儿，甄千金似乎也觉得自己的反应有点过了，强行补了一句：身为女孩子，你要尊重你自己。可我们不都是女孩子吗？离开前你喊住他，雅柔同学，明天还来送外卖吗？甄千金瞪了一眼，送外卖，以为他很闲是吗？转身就要走。等等，你下次能带点酒吗？我想跟你喝一杯。呵呵，就你。公孙雅柔直接消失在了夜色中，可心跳却快了不少。他为什么突然想喝一杯？是有什么话必须喝醉了才能说嘛？与此同时，萧爸萧妈愈发担心你，强行破门让私人医生给你输液。你想要拒绝，却被几个女话按住。我都说了我不要，为什么给我挂点滴？萧妈面无表情看着你，凡凡，你的任性该结束了。坐在床边，伸手摸了摸你的脸，凡凡，你要听话，知道吗？爸妈都是为你好，你别总是做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晚上乖乖的下楼来吃东西，不然的话，明天还得输液，懂了吗？你张张嘴想说话，却发现自己困得没有力气，很快睡了过去。萧妈忍不住摸摸你额头，凡凡，以后你就会知道，妈妈都是为了你好的。苏醒后，你很快就意识到了点滴有问题。系统，帮我检查下身体吧。宿主，你的体内有些具有镇定效果的药物，并不会危害身体健康。我帮你清除药效吧。你愣了下，微凉从心底蔓延，自己目前正在遭受的一切都是上辈子的公孙雅柔有可能会遭受的待遇吧。是时候该需要改变策略了。就算你去偷偷做了亲子鉴定回来，他们恐怕也只会认为那是伪造的。只有让公孙雅柔彻底来到这个家，我才能解脱。晚饭时间，你终于坐到了楼下餐桌上。萧爸松了口气，给你盛了碗汤。凡凡，身体怎么样？你点点头，我一切都好。萧妈哼了一声，不过就是个还在念书的小孩子，那么多大脾气，饿他3天，这不是想得很明白吗？当然，那种有镇定效果的药还是必须的，想明白就好。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我们这样的父母才会如此宽容你了，若在别的豪门世家，可不会这样轻易原谅你。知道了，妈妈、爸妈。之前在外面的时候，雅柔同学非常照顾我，要不是他，我就摔下悬崖了。你们常常叫我真图报，所以你们能不能让我带着礼物当面去谢谢他？萧爸点点头，是该去谢谢人家。萧妈冷哼，就算去谢他，也不比我们一家人都去，他有那么大脸吗？但在萧爸的目光威慑下，他也只好同意。行，我做不了主，去就去吧。镜头一切来到贫民窟，萧爸想不通，他住在这种地方，我已经给他打了100万了，怎么也该换个更好的住处。他一个女孩子，这种地方不怎么安全吧？你点点头，是啊，爸爸，我们家不是有很多闲置的房子吗？干脆借一套小居室给他住，好吗？就在这时，门被打开了，是个醉醺醺的中年人，这是甄千金的养父初勇。你们谁啊？酒气扑面而来，杨叶娟也走了出来。你们也是来查公孙雅柔身世吗？给钱就行，给我钱我什么都说，没人比我更了解他，真的。
小宝忍不住叹口气，亚柔这孩子也的确是倒霉，把收的礼物递上。是这样的，二位的女儿救了我们的女儿一次，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不要嫌弃。叶娟眉头一皱，送这么点东西，你听听像话吗？拿1000万来，不然我就去电视台曝光你们。不远处的保镖走上来，说完见状直接躺在地上，救命啊！大家快来看，有钱人打人了！哎呦，我的命好苦，女儿也不管我们了，我们活不下去了。与此同时，公孙有柔正在楼上看着这一幕，深吸口气往楼上走去，在拐角处听见了你跟肖爸的对话。爸爸，你也看到了，有柔同学的家庭情况真的很糟糕啊，我们就拿一套房子给他住吧，求你了。凡凡，这事儿我们家那么多房子分一套给他怎么了？哎，爸爸，你能有点同情心吗？你们帮帮他吧，求你了呀！好，答应你就是了。甄晶晶心中五味杂陈，他为什么要让萧家给我房子呢？向我示好，还是想要翻身农奴把歌上，借此来控制我？呵呵，让我看看我的小猫想玩什么花样吧。凌晨1点多，亚柔才来到萧家别墅外，就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一看还是个熟人。徐峰来，你在这里做什么？别嚷嚷啊，学姐，我来是有点重要的事情。你想干什么？我听说萧莫凡心情不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就给他准备了一点零食。亚柔学姐，你可以帮我转交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他能吃点东西，不要因为我们3个的友情糟蹋了身体。公孙亚柔甩甩手，赶紧滚，别在这里晃悠，要是让我发现你爬萧家的墙头，会弄死你。那零食随便拿起一包薯片，我的这个给他，你可以滚了。好嘞。翻扬他进来后，甄芊芊心里有些忐忑，提了提手里的酒瓶子，今天超市打折，就多买了些，都是果酒，度数不会太高。你点点头，放心吧，宿主，酒精度数我可以轻易帮你消除。呀呼，今晚可以开演了，任务完成的机会就在眼前。想了想，蹲下去，伸出手轻轻捏了捏小腿。公孙亚柔皱眉，小矮子，你这是干什么？亚柔同学每天给我送外卖，很辛苦的，不是吗？甄芊芊心头猛了一跳，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我又不是故意来给你送吃的，你也不必放在心上。伸出手，下意识想摸摸你脑袋，却又收住，脸上忍不住有点发烫。你不经意提到，亚柔同学，你愿意来我家吗？不是像这样深夜匆忙的过来，匆忙的离开，而是长久住下去。甄芊芊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打算，但反正只要你要钱，他就会同意。反正无论你打什么主意，都能轻易拿捏你，就当是一场游戏，就当是打发自己这一潭死水般的人生时光。我可以答应你，俯下身捧住你一边的面庞，不过我要以什么身份呢？家人？甄芊芊没有说话，而是用手指划过了你的嘴角，冰冰凉凉的。你有些紧张，你不喜欢家人这个身份的话，那就换一个吧。他眯起眼，换什么呢？就同学，我不喜欢做你同学。那么佣人，我也不需要你做我的佣人。这次他是用双手捧住你的脸，还将脑袋凑过来贴了贴额头，心跳的差点绷不住表情。高冷欲绝的主动体贴，谁受得了啊？不行，忍住，不能动心，吸入死水。甄芊芊给出了一个答案，我的床太大了，一个人睡会太空旷，可能出租一晚会好一些。说到这儿，他自己都有点嫌弃这个理由，语气明显虚弱很多。这样吧，你就做那个做一半床破的人吧。听到这个答案，你的脸色忽然一红，想起了之前当陪审玩偶的日子。亚柔同学真幽默呀。他盯着你泛红的耳尖尖，嘴角勾了勾，打开那些果酒，你先选吧。来了，我的机会来了。你拿起青苹果味的跟他碰杯，一口气干完，然后是第2瓶、第3瓶。公孙亚柔越喝越不对劲，这小矮子这铁了心要把他喝趴下嘛？揉着眉心，装作喝醉，身子往下倒，你把扶住。亚柔同学，你还能喝吗？我有点晕。肖莫凡，你这酒不是果酒吗？是果酒没错啊。赶紧偷偷拿出手机录音，却不知道这一幕被甄芊芊看在了眼里。亚柔同学，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终于还是暴露真实目的了吗？公孙亚柔的心有些冰冷。你要问什么？你想了想，如果我是个男人，身高1.8米，风度翩翩，一表人才，然后咱俩多相处，你有没有可能爱上我？甄芊芊直接给出了回答，没可能。你胆小怕事，贪生怕死，除了会花钱就是耍脾气，心眼很多又容易被看穿，我怎么会喜欢这样的男人呢？切，你正要抓住下一个问题，却被他抓住一惊，下一秒眼睛也被捂住了。没错，虽然没醉，但酒劲儿已经能让人做出很大胆的事儿了。公孙亚柔俯下身去，犹豫片刻，嘴唇碰了碰你的脸颊。I just had no reason. I love you for season. Tonight I let you. I am broken heart. Please tell me your sweet song. Please tell me your sweet love. 消えてしまいそう。色あせたぬくもり。你是男人就没有机会，但如果是现在的你，我想这个就是答案。什么？公孙亚柔在干嘛？他在表白？不对，有问题，任务还没有完成，这意味着他在装醉。但是宿主，他的装醉岂不是说刚说的表白是认真的吗？你倒抽一口凉气，这还真是比装醉更可怕的事情。就这时，他把手放在了你心脏上，这个答案你喜欢吗？你的心跳越来越快，救命啊，要装不下去了！为什么会有凤傲天跟自己表白的可能性啊？他怎么就完了？
我要怎么办？真被这样变态的家伙惦记上了，不死要掉成皮。公孙雅柔又一次凑近，眼神危险，为什么不说话？萧慕凡回答我，喜欢这个答案嘛，以他的性格绝不接受表白失败。你哆嗦，我醉了，你刚刚说了什么吗？詹青青笑了笑，突然掏出一把折叠刀晃了晃，别装傻，咱们有话好好说。先把凶器收下些，而下一秒刀子直接贴在你的脸颊。好，前秒还在贴脸表白，这秒就开始要人命了，这合理吗？我喜欢这个答案。好，话音落下，他收起刀子，我同意搬过来了。刚刚没有醉，这会儿他是真的有点醉，甚至还有点热，坐在你身边，我们之间能够走到哪一步，以后就看你的表现了。萧慕凡，你大脑空空，现在两个人算是什么关系啊？我以后该做些什么呢？雅柔，这倒真是把真千金问倒了，他怎么知道恋爱要怎么谈？改天去问问温雅贤吧，至少得随叫随到，听话懂事吧。对于你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儿。你点点头，不难。不过这像是谈恋爱的要求吗？不还是提线木偶吗？所谓的告白最好还是别太当真了。公孙雅柔起身，我先走了。可走出去好几步，忽然回头把你抱到床上，你有点紧张，怎么了？你是不是应该留我一起睡？这你歪歪脑袋，这个是我留你就会答应的事情？最上头的真天机笑了一下，任何事情都试过了才知道答案，不是吗？你心情有些复杂。凤傲天什么时候这样温柔过呀？想了想，还是不放心他醉酒离开。你真的敢留在这里睡？话音落下，他直接躺床上把你挤了挤，干脆把你卷在被子里睡觉吧。我这样睡不着，那你起来给我跳个舞吧。我睡着了。第二天你领到了2个任务的奖励，第一个是那个倾听的科学任务，第二个就是高难度的科学任务。这时公孙雅柔也醒了，昨晚我记得我们在谈恋爱了。你被吓得咽口水，低头摸了摸后脑，那你早上应该伺候我换衣服。你点点头，这个混的凤傲天，这是谈恋爱？我呸！得亏我没啥期待，不然这会儿多难受。萧慕凡，这是什么不耐烦的表情？做我的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反驳我的意见。知道了。换好衣服之后，他帮你检查试卷，去帮我泡杯咖啡，不要放糖。雅柔同学，你觉得恋爱是这样谈的吗？不然呢？凤傲天可不会暴露自己不懂恋爱这件事情，这属于合理的交换，而且还是我吃亏。去吧，我希望你以后能自觉点，别总让我提醒你。你抢过试卷，公孙雅柔，我不喜欢被你命令，不喜欢被你支配，不喜欢被你傲慢无礼的轻视。我认为谈恋爱的开始至少得你我站在平等的位置。话音未落，又被捏住后颈。萧慕凡，你凭什么觉得你能站在与我平等的位置？我对你的那点好感还不至于让你获得这么高的地位。做我的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反驳我的意见。公孙雅柔觉得自己能为你做任何事，但是就是不能把你惯坏。他不想让这一世的你又变回上一世那个样子。好，我知道了。默默低下头，恋爱这种东西真是狗都不谈。下楼喝咖啡的时候，萧妈喊住你，凡凡过来坐这儿，我要跟你说点事儿。徐家那个小子不错，你们俩要是能在一起的话，妈妈会很高兴的。妈，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问吧。如果我自己就能独当一面，能不能不去联姻？萧妈叹口气，凡凡，你不必做这种假设。你现在还小，不知道一个豪门独生女会面对多么庞大的诱惑。犹豫了下，语气冰冷道：我们会在退休之前为你安排好一切，保证你得到一场稳固牢靠的婚姻。我希望从今天之后，你能老老实实接受我们的安排。好的，我明白了。到了下午，萧爸已经准备好房子，地段不错，还是一套大平层。凡凡，你想要的爸妈已经满足你了。下个礼拜有一场商业聚会，你代表萧家去亮个相，行吗？你露出甜甜微笑，就算他不提，这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好的，爸爸。不过我也想带雅柔一起去，可以吗？他都没有吃过那些高档点心，也没有见过那么豪华的酒会，我想带他去玩一趟，好吗？萧爸点头答应，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关上门，回头发现凤傲天正意味深长看着自己。为什么要去酒会？你在打什么坏主意？硬说这一摊，拜托，我们好歹是在谈恋爱吧，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能不一起呢？公孙雅柔摇摇头，这不是你的真心话。真正的理由是什么？能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啊？真正的理由就是我得给你创造个让比的机会。酒会的钢琴曲独奏，你还要一曲惊艳全场戏到男主呢。我让剧情回归正轨，我要逃脱，离你们都远远的。这个关系着我的计划。你朝前走了一步，握住他的手。真正的理由就是我想要你陪我。雅柔，这个理由够吗？他身体僵了一下，强装镇定道：萧慕凡，你有个狡猾的东西。我既然你求我，那我就勉强答应你了。好啦，贴贴雅柔的故事到这儿就第2季结束啦，完结撒花。第2季内呢，女主雅柔和主角萧梦梦的关系又推进了不少，而且这次是有实质化进展了，真的是让人看得姨母笑的停不下来呀。因为之前动态有说过要做第2季，所以现在也算是兑现承诺啦。但是呢，我的改编也到此结束，本系列后续不再进行更新了。对后续还感兴趣的，可以在悟空浏览器搜索贴贴雅柔，第一个就是了。目前进度对应原作第81章，感兴趣的可以进行查阅哦。后面雅柔和萧凡子也会发生更多有趣的故事。故乡的百合花又开了。那么我是卓卓，我们下个系列再见，拜拜。